这是一个游戏与现实重合的世界，玩家可以将技能带入现实。眼前的这个男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废物，但背地里他就是个废物，因为玩游戏不氪不敢。妹妹当着他的面前，无能的他只能朝着仇人丢大便。被激怒的玩家直接拿下双杀，但是背刺的镜头是重生。随着闹铃声响起，男人猛地睁开眼睛，我不是被2名20级的玩家杀死了吗？怎么还完好无损的躺在这里？男人名叫刘一。2030年，一款称霸全球的游戏降临现实。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玩家们，一夜之间拥有了世俗权力无法对抗的力量，至此世界陷入混乱。突然，一道熟悉的声音把刘一拉回了现实。哥，你要的登录器到了。看着那个让自己愧疚无比的女人，刘一的声音都变得哽咽起来。妹妹，是你吗？现在是哪一年？哥，你是不是傻了？今天不是2030年7月。妹妹的话还没说完，刘一猛地从床上起身，他快速跑到床边，果然这个世界还没被毁灭。我这是回到了3年前游戏的开服前夕。转过头，刘一眼神坚定地看着妹妹，随后他将她拥入怀中，并暗暗发誓，这一次他绝对不会让悲剧再次发生。阿韵被哥哥的突然热情搞得莫名其妙。哥，你不会连妹妹的豆腐都要吃吧？刘一一脸尴尬，他看向桌上的闹钟，现在是7月27日晚上7点70，距离游戏奖励限时还有34天的时间。如果想要在这段时间内成为顶流，那进入游戏第一时间要得到的就是尽力。尽力是游戏玩家最大也是最神秘的力量，它是界定玩家的壁垒。战斗系的玩家没有职业区分，只有武器区别，而尽力获取的关键就在于自身契合的武器熟练度上。当熟练度达到100%，玩家就有可能得到尽力。所以当刘一再次进入游戏，他第一时间便是来到了武器训练场。个小时的时间过去，刀的熟练度已经达到了100%，刘一却没有获得尽力这个技能。看来与自己契合的武器并不是刀啊。刘一换上一把长剑，继续挥砍起来。与此同时，2名刚上线的玩家突然听到了刘一训练的声音，好奇心的驱使下让2人走进了训练场。此时偌大的训练场上只有刘一一个人在训练，这让2人更加产生了兴趣。他们学着刘一的样子拿起武器试着挥砍了2下，然而仅是一会功夫，2人便丢掉了武器。在这里体验武器除了能够增加熟练度以外，任何提示都收不到，对他们来说这种事情太枯燥了。玩游戏最主要的还是要升级。2人的出现并没有干扰到刘一，他仍旧专心致志地挥舞着手中的武器。第一天，刀剑戟的熟练全部练满，没有获得尽力。第2天，枪斧盾锤熟练度练满，仍旧没有获得尽力。直到第3天、第4天、第5天，连马大师的五连鞭刘毅都将其练满了熟练。可是除了一个兵器高手的称谓之外，刘毅什么也没获得。在这期间，大多数的玩家都已经达到了30级。刚开始见到他的那2个玩家期间还来过一次，甚至以为刘一是个傻子。此时的刘一也不禁怀疑起来，冷兵器他已经全都掌握，难道说他的契合武器是热武器？但在众生前，他还没听说过有人能使用热武器施展尽力。刘一很不理解，但他还是朝着热武器训练场走去。看着一屋子的武器种类，刘一时间有些动摇。这么多的种类，要是全部练完的话，估计游戏已经降临现实了。但转念一想，上一世妹妹被杀就是因为自己只会摸鱼种田，如果这一世继续得过且过下去，自己还是会走上相同的道路，得不到尽力永远成不了顶级玩家。所以这一次自己绝对不能放弃。刘一在1万下的时候，终于领悟了尽力这个技能。训练室被他搞得一片狼藉，看来尽力这个技能果然生猛，一点知识点可增加50攻击力。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本，刘一的嘴角不由得开始上翘。现在是时候去升级赶超玩家大部队了。突然，他看到门口正有一个妹子盯着自己的后庭。妹子见自己被发现了，竟故作不在意的哼起了小曲。刘一也不和他搭讪，径直的走他身边走。老子知道你的欲言又止，但你又怎会明白我的欲擒故纵呢？离开训练大厅，刘一决定先去买一把手枪，因为只有和自己契合的武器才能使用出尽力。当然，近战武器也要准备一把，以防不时之需。很快，刘一就来到一家装备店，最低等的白板手枪外加3盒子弹和一把白板匕首，仅是3件最低等的装备就要花费1000天地银行，这让刘一心疼的直接丢了2个半魂。要知道这款游戏和现实中的货币比例是1比1，而且首充还没有礼包，简直比马爸爸还要黑。刘一拿起匕首挥舞了2下，然而就在这时，系统发来提示：兵器高手可利用任意武器模拟任意武器特性。好家伙，我说怎么没有重生大礼包呢？原来在这等着我呢。刘一当初也没看仔细，原来将冷兵器熟练全部练满可以获得这个隐藏属性。拥有尽力的他岂不是直接打破了契合武器使用的条件了？拿到了武器，刘一来到镜像秘境，这里是一个由玩家付费上传自身镜像，供其他玩家挑战的地方。玩家挑战胜利将获得镜像玩家独有奖金池里的货币和相应经验，反之，挑战的玩家则将挑战费纳入对方的奖金池，奖金池越高，玩家的排名就越高。为了公平起见，挑战秘境还需2个条件：一是挑战者的等级需低于镜像5级，2是挑战者需支付对方奖金池10%的资金作为挑战费。作为1级的刘一来说，到这里混经验赚钱再合适不过。刘一刚来到这里，就听见2个小嘎嘎从复活点出来，又失败了。这次不仅钱没了，连等级也清零了。2人骂骂咧咧的来到等候区，这时他们也发现了等级只有1的刘一，2个人瞬间化为董地。快看，这个1级的玩家居然拿枪来挑战，他就不知道枪在游戏里是嘴不待见的武器吗？在他们看来，刘一这次就是来白送的，殊不知他们眼中的菜鸡这趟可是来进货的。明明等级只有1，却敢挑战玩家镜像排行榜。除了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以外，刘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面对自己的恐惧。没错，上一世的刘一从不与人 PK， 这是他第一次与玩家交手。他选择了1名5级的玩家，然而倒计时才刚刚开始，刘一的腿就像是得了帕金森一样抖动起来。到底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紧张？刘一也不知道。随着比赛开始，对方的手持长刀直接挥砍过来，刘一拿起手枪直接扣动扳机，然而对方仅是一弯腰就躲过了子弹。妈的，上当了！
谁他喵的说7步之内枪又快又准的？对方的镜像一刀便将刘一的武器打落。就在他挥刀砍向刘一之时，一把匕首挡在身前。刘一虽然挡住了对方，但此时他的后退又泛起了帕金森。我到底在害怕什么？刘一不甘心地咬着牙奋力抵抗，这可是我重来一次的机会。刘一用力握紧匕首，而就在这时，系统发来提示：兵器高手称号开启，短刃特性转换。刘一用力一甩，短刃避其锋芒，紧接着生劲覆盖，短刃突刺，咔嚓一声，镜像的武器碎了。刘一来到对方身后，而此时的镜像身上也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刀口。挑战成功，获得1000元币、1000经验。这一次让刘一连升4级。与此同时，之前的2个董弟正在大厅里查看 PK 情况。突然，刘一的身影出现了，绿毛小哥惊呼一声，他居然成功了，还升到了5级。另一名白毛小哥仿佛看到了财神招手，立马让绿毛开盘下赌局。刘一并不知道2人的小动作，他再次打开挑战面板，这次他直接选择了一名10级的玩家。见刘一被传送到比武场，2个董弟立马查看刘一的对手，但仅是看了一眼，2人就如遭雷击。这他喵的哪是财神，简直就是阎王！升到5级的刘一选择挑战10级的玩家，但这次的对手明显不是第一次遇见的那种货色，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操作，对方依旧是第一回合就将他的手枪打落。刘一发动尽力覆盖，同样的配方却是不同的味道。在与对方拉开距离之后，刘一发现刚才的一击让自己丢掉了近2/3的血量，而对方却是毫发无伤。刘一端起匕首，眼神坚毅，或许他该稳扎稳打，挑战级别低一些的玩家，但是那样并不能解决他抖腿的毛病。刘一急速冲向对方，但这次只是佯攻。临近对方，他弯腰改变方向，顺势捡起地上的手枪。对方持刀猛劈过来，刘一急速扭动身体的同时，直接扣动了扳机，实质力全部灌输到这枚子弹上，硬抗对方一刀。刘一成功击中了面前的镜像，挑战成功，等级提升。刘一抖动的大腿逐渐趋于平静。果然，奥师傅没有骗我，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继续，下一个。这时系统发来提示：生境技能分支开启，生境修复，治疗目标一定血量。生境入侵，使对手每秒造成25点伤害，持续10秒。2个技能的出现让刘一感到一阵疑惑，还不等刘一做出选择，妹妹已在现实中叫他起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刘一满脑子都是想着生境分支技能。很明显，2个技能一个属于治疗路线，另一个是攻击路线，只是不知道等游戏降临时，生境修复能不能治疗伤口。如果可以的话，这无疑是最抢手的技能。一想到这，刘一饭也不吃了，直接回到自己房间。妹妹看着哥哥奇怪的举动，再联想起之前他抱自己的模样，看来得给哥哥找个嫂子了。刘一回到自己房间，直接进入了游戏。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生境修复技能。这时系统发来提示：玩家学会技能生境修复，综合战力评分加10，战斗系统开启，玩家战斗力 15.6， 奖励阶段称号低为战士，低为战士全属性权重比加1。再看刘一的属性面板，此时各项数值全都翻了1倍，刘一也不由得满脸震惊。虽然现在他只有13级，可他的属性却能媲美26级。刘一抬头看向排行榜中第6的玩家，不知道以我现在的实力和他比怎么样。生境技能带来的权重比效果让刘一自信心爆棚，仅仅13级的他就要越级挑战20级的镜像，这也引来了众多玩家的围观，大家纷纷开盘口下赌注。只不过压刘一赢的只有刚开始的2名董弟，毕竟刘一要挑战的如雷登场可是长期霸榜的超级玩家，麾下的新秩序工会更是小弟无数。此时在竞技场上，如雷登场手持双刀，再看刘一这边，白板手枪、白板短刃，妥妥的新手套装。这场战斗怎么看刘一都没有胜算，但是刘一却坚持要进行挑战。他相信以他目前实质力的存量，只要机会合适，他就能秒杀对方。随着挑战开始，刘一率先拿起硬邦邦的手枪，如雷单手持刀挡下子弹，下一秒他快如闪电，手持双刀袭击刘一。刘一一边后撤一边开枪，权重比的增加让他拉开了和对方的差距。现在他只感觉体内充满了洪荒之力。后撤途中，他将手放在腰间的匕首上，瞅准时机，单手持刃挡下对方的双手，另一手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但是子弹还没射出，刘一的眼神变了，如雷的身影变成了前世击杀他的那名玩家。刘一心神一颤，急速后撤与其拉开距离。刚才那是什么情况？我为什么会想起他？此时刘一仿佛被恐惧支配，他的后腿又开始不自觉地抖动起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微笑地面对它。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加油，奥利给！刘一稳住身形，眼神变得坚毅。对方只不过是个人机而已，没什么好怕的。片刻的对峙，2人急速冲向对方，如雷挥刀猛砍。刘一低头躲闪，突然他速度暴增，快速靠近对方，大臂二臂同时发力，直接锁其喉咙。刘一硬邦邦的手枪抵在如雷脑门，该结束了，老子已经不是废物了。在连续成功2次之后，刘一的等级提升到了23级。俗话说，胜利的滋味就像是一道开胃小菜，让人越吃越上头。刘一也不免俗，他将目光投向镜像排行榜，30级的如雷登场，这个前世无人能打败的镜像，这一世自己说什么都要闯一闯。是否选择如雷登场镜像作为对手？确定。随着刘一的身影消失在传送阵，大厅内的一名红毛小嘎嘎露出了邪魅的笑容，赶紧开盘。此人正是如雷登场的头号小弟机关，他很自信刘一会输，便带着小弟们开设赌局。然而在这场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战斗中，一开始的2名董弟
地却是压了刘毅一步。此时在竞技场里，30级的如雷登场已是一身紫装，而刘毅仍旧是白版的新手套装。他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于时之力上，所以刚才的升级属性点他全部加到了智力上。随着挑战开始，如雷率先发动进攻，刘毅这次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中了对方一刀，仅是一击，自己的血量就已经见底。长刀再次划过，刘毅抽出短刃格挡，在奋力抵抗的同时，刘毅发动生劲修复，血量一点点的恢复。突然他感觉到对方手上的力道加大，刘毅急速后撤与其拉开距离，同时连续扣动扳机，数发子弹袭向如雷，但对方仅是侧身便尽数躲开，稳住身形的如雷直接发动了突袭。刘毅惊呼之余赶忙格挡，如雷猛挥一刀，动作大开大合。刘毅刚被震飞，如雷的刀再次袭来，刘毅弯腰躲避，动作狼狈至极。他快速后撤与其拉开距离，不愧是30级的玩家，自己经过全重比的加成，仍旧被对方压制。不过仅是如此，那还不足以让我输掉比赛。学习技能祝福，没错，在刘毅挑战20级镜像成功后，他的升进技能再次分支出了2个技能，一个是衰弱对手，一个是增强自身。刘毅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祝福技能。随着祝福技能的发动，他的属性迎来爆炸式增长，消耗时之力400，全属性增加200，持续1分钟。刘毅一脸笑意地看着如雷，嘿嘿，接下来我会在这1分钟时间内彻底将你解决。全套无瑕装备，2级身体改装，如雷镜像已经做到了30级玩家实力的极致，这也是他长期霸占榜1的重要原因。不过刘毅既然来了，这个挑战榜今后就该改姓刘了。竞技场内，如雷单手持刀反复横跳，动作迅敏，刀法凌厉。但是有了祝福效果加持的刘毅，对着花架子般的打法根本视若无睹。7步之内，硬邦邦的枪口对准了如雷。如雷的胸口出现了一个碗大的洞口，紧接着刘毅再次连环数枪，如雷的身体被打成了筛子。然而就在这时，如雷的身体突然重塑，再次稳稳地站在了刘毅面前。刘毅换上新的弹夹，怪不得前世没人能打败，原来是自带复活甲。的确，本身就具有超越同级玩家实力的如雷，再加上濒死触发免疫死亡效果的技能，想打败他近乎不可能。但是这次他遇见的可是刘一，同样一个外挂般的存在。如雷持刀再次冲过来，刘一淡定地端起武器，现在我们就看看是你的免疫时间先结束，还是我发祝福效果先耗尽。手枪配合着短刃，刘毅闲庭信步般游走在竞技场上，子弹时不时地射在如雷身上。你强任你强，老子王中王。祝福时间还剩5秒，刘一最后射出的一枚子弹精准地打在了如雷的眉心上，铠甲碎裂，如雷的免疫死亡效果消失。这场战斗刘一胜了，恭喜玩家挑战镜像成功，奖励元币432269，经验432269，等级28，战斗力提升2。随着刘一挑战成功，场外的机关一脸的不可置信，他喵的，老子可是连苦茬子都给压上了。刘一，我记住你了，别怪我心狠手辣。另一边，压刘一赢的2个小嘎嘎此时兴奋无比，这一把让他们赚了个盆满钵满。赚钱的喜悦让白毛差点迷失了自我，但绿毛却是人间清醒。大哥，先别高兴，我们得赶紧下线搬家，因为马上就会有一场真人大战了。话说刘一打败如雷的镜像之后，赚到了40多万天地银行。突然暴富的他，狠狠地请妹妹搓了一顿麻辣烫，身上有钱了。但是刘一却是高兴不起来，因为购买新的游戏设备需要排队2个月，可是距离游戏降临只剩下了24天，这样他的妹妹就没法得到玩家的身份了。看来还是自己的超能力不够。另一边，在音乐花园 KTV 里，机关正对着一名小姐发泄怒火，他对刘一的恨意化为一股浓浓的蛋白质，全都释放到了小姐身上。与此同时，刘一带上设备进入了游戏，镜像秘境最高的等级也只有30，以刘一现在的等级来看，已经没有可以让他挑战的镜像，想要练级只能通过崩坏秘境。在前往崩坏秘境之前，刘一来到了装备店，打算更新一下，然而看到装备的价格之后，直接把他劝退了。在镜像秘境里升级虽然很快，但是弊端也很明显，就是无法获得打造装备使用的秘境精华。刘一心想，反正自己马上就要到30级，到时候还得更新装备，而且镜像秘境得到的钱他还得用在现实世界，所以现在还是先去组队升级，这样不管是装备还是等级都能一次性解决。来到组队广场，玩家嘈杂的叫喊声让这里显得像是个菜市场。在这里组一个队伍，明面上大家都是队友，但是如果爆出好东西，很有可能就会遭到队友的背刺。与其说这里是玩家们的组队大厅，不如说这里是一座黑市。重活一世的刘一很清楚这里面的套路。崩坏秘境的组队模式分为5人、10人和20人以及无限制4种，人数越多奖励就越丰富。当然进入秘境后，除非将其攻略下来，否则只有死路一条。而秘境的死亡惩罚又是等级与装备清零，所以选择秘境难度对于玩家来说是一件十分谨慎的事情。刘一推断，以他现在的等级来看，完全可以前往10人的30级秘境。然而他找了一圈之后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人要他，因为他的装备实在太烂了，没有好装备，榜1大哥在这里也不好使。就在刘一陷入绝望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我们队伍还缺少1个人，你来吗？”刘一仿佛看到了曙光，然而他并不知道，邀请他的正是对他满怀恨意的机关。刘一看着对方眼熟，但是他却不知道对方这次是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机关表示他们的队伍实力已经够了，现在只不过缺一个凑数。刘一没有多想，跟着机关来到队伍集结点，紫光闪闪的装备再加上秘境传送端口，刘一惊呆了，这可都是软妹币的味道啊！这样的大佬为什么要带我？难不成我真的遇见活雷锋了吗？刘一并不知道机关的算盘，跟着队伍就进入了秘境。机关这次开启的秘境是35级10人组守护型秘境，玩家需要守护结晶不被魔兽摧毁，晶体完整度下降至0，则攻略失败，全员立即死亡。
进入秘境，机关第一时间做出了安排。除了刘毅之外，所有人围绕结晶找到自身位置，形成一个包围圈。很快，第一波怪物就出现了。满天的黄沙下，无数的巨型蚂蚁，它们嘶吼着朝众人袭来。站在刘毅身前的光头一马当先，巨型蚂蚁在他面前宛如砍瓜切菜。不仅是他，其他的玩家也都一样。任凭蚂蚁数量再多，仍旧无法突破他们的包围圈。刘毅看得出，这支小队已经配合很久了。这时，队伍里的机关突然递给他旁边的玩家一个眼神，长毛微微一笑，表示收到。这时，一只巨型蚂蚁猛扑过来，长毛没有出手，而是假装分神，让其窜了过去。巨型蚂蚁朝着刘毅飞奔而去。见此一幕，刘毅咧嘴一笑，瞬间看透了对方的心思。就这点心眼子，还想暗算老子？尽管你们有9个，但是和如雷相比，你们太弱了。第一波魔兽进攻抵御成功，玩家进入休息期，10个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真是看不出来，你穿着新手套装居然能解决比你高10级的怪物。长毛此时也故作懊恼，如果不是小风突然失踪，导致我们的防守出现漏洞，刚才我也不会失手。光头一边安慰长毛，一边朝众人说道：“接下来不如让刘一加入防守，顶替小风的位置吧。”对啊，要不让刘一直接加入我们的固定队算了。整个过程，刘一勾话没有说，就这样静静的看着3人一起演戏。鸡冠见时机成熟，笑着表示加入团队没有问题，除非将现实中的家庭地址和联系方式留下，毕竟小风失踪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刘一故作沉思，随后咧嘴一笑：“这就是你们带我升级的目的吗？”此话一出，众人皆是心头一惊。刘一缓缓起身，嘿嘿，组队广场那么多人，你们偏偏选择了我。进入秘境后，又向我尽可能的展现实力和友好，最后更是放水了一只魔兽让我展现实力，然后再邀请我组队，从而套出我的真实信息。看来你们都是新秩序工会的人吧？没错，从一开始刘一就有所怀疑，新秩序工会的名声本就不好，再加上他刚刚打败了如雷，对方正好也是新秩序的人，见阴谋被识破，众人全都蠢蠢欲动。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刘一掏出手枪，微微一笑，我也不想误会啊，本来想着装成小萌新和你们玩玩，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露出犄角了，老子不装了，摊牌了。机关一脸阴沉站起身来，所有人都跟着他一起将刘一围了起来。你知道又怎样？难道你还想一个打9个？最先向刘一示好的那个玩家率先出手，尽力发动，攻击增加1500。砰的一声枪响，众人全都目瞪口呆，秒杀？怎么可能？刚才出手的那名玩家身体开始消散，逐渐汇聚成一颗蓝色珠子，蓝色战利品宝珠，击杀玩家后获得，可随机抽取对方一件装备或者包裹内的物品，一把将珠子攥在手中。不好意思，猎杀时刻开启。安排后的刘毅火力全开，一枪带走一个小朋友，只是喝泡尿的功夫，机关这边的9人就折损了4个。他不明白为何自己这边的玩家全是紫装却打不过他，难不成对方是个挂壁？机关不甘心，他威胁刘一，现在秘境还没有攻略成功，要是把他们全杀了，他一个人肯定完不成任务，同样也会降为1级。面对对方的威胁，刘毅呵呵一笑，用1粒花生米回应了对方。队伍里的光头有些怂了，但还不等他躲闪，同样也领到了1颗花生米。机关有些慌了，一言不合就杀人。他喵的还讲不讲道理？不过更让他恐惧的是他的顶头上司。从他追随那个男人的一刻起，对方就警告过他们，有价值对方会扶持，但是如果失去了价值，那就别怪对方心狠手辣。很明显，现在的机关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利用的空间，他身后带来的玩家全被刘毅干掉。若是他再领了盒饭，那就真的一无所有了。他像是一条哈巴狗跪在地上祈求刘毅放过自己。他表示自己知道游戏的一些秘密，希望用这些换取自己的一条小命。刘毅饶有兴致地看着对方，那你说来听听。不，你先答应不杀我。妈的，不说拉倒。刘毅直接扣动扳机，机关像是死狗一样趴在地上，他颤抖着身子说了一句国粹。刘毅颇感意外，居然没死。而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刘毅转头看去，看来第2波进攻要开始了。这时机关还不死心，他朝着刘毅说道：“我知道你肯定也掌握了游戏的秘密，不然你不会这么强大。虽然我打不过你，但我会打小报告，到时候对付你的人可不只是我。再加上你即将攻略秘境失败，等级也会降到1级，那时候即便是20级的玩家都能将你秒杀。如果你放过我，我把秘密告诉你，然后我们2个人合作，相信以我们的实力，加上我备足了恢复药剂，还有很有希望攻下这个秘境。”机关的话传到刘毅耳朵里，仿佛一个笑话。谁说我一个人通关不了35级副本的？清醒点，你连装备都没有，而且只是28级装备。嘿嘿，你们不是送给我了吗？机关面如死灰。是啊，自己带来的8个人全被他杀了，他又怎会缺少装备？冰丝特种内衫、极型特战服、轻盈特战手套、极型特战靴，外加一把弧光刀。你敢相信这个男人一身紫色装备居然1分钱没充？刘毅也没有想到，杀了8个人居然爆出了5件紫装，穿戴上新装备，属性直接翻了3倍。他笑盈盈地看着机关，你们还真是废啊，拿着这么好的装备都打不过我。机关被对得哑口无言，但尽管这样，他仍旧不相信刘毅可以单挑秘境。此时第2波的魔物已经冲了过来，刘毅轻轻挥刀，魔物1分为2。呵呵，有了这把刀，杀这些虫子连石之力都不需要开启。此时的刘毅就像是拿到了篮球的鸡，在虫怪中大杀4方，虫子的尸体堆积成了一座小山。刘毅仍旧不停挥砍，血量见底，他就使用生境修复，补满血量，他就再次挥刀。另一边的机关还在嘴硬，他不相信刘毅可以比他坚持得更久，毕竟他带来了一整包的补血药剂。可现实是残酷的，刘毅的生境修复近乎源源不断，而他的补血药剂可是数量有限。看着堆积如山的虫子尸体，杀了这么久，对方仍旧生龙活虎，机关一脸的不可置信。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药剂已经用光了，虫子们蜂拥而上，相互啃咬着机关。膀胱扫去，那个男人依旧坚挺。机关他不甘心，他发誓我会在外面等着刘毅，必定让他付出足够的代价。机关既
气了，但刘一却是笑了。系统提示：检测到团队只剩1人，绝境条件达成，秘境攻略奖励乘以10。不知过去多久，刘一坐在地上长舒一口气。第2波的攻势终于结束了，幸亏系统会刷新虫怪的尸体，否则他连水晶埋在哪里都不知道。机关掉落的战利品宝珠也冒了出来，金色战利品宝珠可抽取对方3件装备或者包裹里3件物品。拿到珠子，刘一开始盘算起来。如今他的实质力所剩无几，在第3波魔物来袭之前，他只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恢复，这些时间也仅够他恢复1半的实质力，所以现在他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这枚珠子上。刘一默念玄学抽奖口诀，开始抽奖：全能耳坠组、全能耳坠右，获得全能耳坠套装，全属性加10，获得钟摆手枪。刘一惊呆了，这运气也太欧了吧！不仅抽到了增加全属性的装备，连本命武器也拿到了。只不过这个1分钟装填1发子弹是什么鬼？刘一想不通，索性直接装备到了身上。刚穿好装备，系统就发来了提示：检测到单属性力量破百，力量权重比加1；检测到单属性敏捷破百，敏捷权重比加1；检测到单属性体质破百，体质权重比加1。3项属性破百，直接让刘一的实力有了一次质的飞跃。接下来只要成功攻略这个秘境，他就可以赶超大部分的玩家。这时最后一波魔物袭击也开始了，虫怪数量惊人，来势汹汹。刘一单手持刀嘎嘎乱杀，虫怪负责嘎嘎，刘一负责乱杀。新装备的加持和权重比的增幅让刘一的属性获得了爆炸式的成长，身上穿着科技，手里全是狠活。刘一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刀变轻了，劲更大了，脚更灵活，这难道就是海克斯的力量吗？当最后一只 BOSS 来临，刘一没有犹豫，直接旱地拔葱，弧光长刀落下 ，BOSS 一击秒杀。恭喜玩家攻略秘境成功，完成成就攻略绝境的使命，获得称号绝境逆袭者。进入秘境时，团队每失去1人，玩家全属性增加10%。好家伙，别人变强费钱费装备，刘一你变强费队友啊！与此同时，30级的生境技能分支开启，沉默可沉默目标技能5秒，禁锢可令对手原地禁锢10秒。另一边，回到复活点的机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他的上司，他将秘境里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并表示刘一一定掌握了游戏的秘密。神秘男子一脸阴沉，的确，机关就算是骗他，游戏的难度机制也不会骗他。一个28级的玩家单挑35级10人团队秘境，这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冷冷地告诉机关，这件事他会安排其他人去处理。挂掉了电话，机关一脸恨意：刘一，我看你接下来怎么死。被家人逼着玩游戏是一种什么体验？刘一妹妹的闺蜜念出此时无比的苦恼，不仅全家都在玩原界这款游戏，还把大部分财产都投了进去。念出受不了游戏的枯燥，她希望阿运能陪她一起，还表示要搬到阿运家一起玩。阿运本来是想拒绝的，先不说她没有登录器，一旦她也玩了游戏，那就没时间给哥哥做饭洗衣服。不过转念一想，对方既然是搬到自己家里，那就少不了和哥哥接触，日久了不一定能生情，但一定可以生孩子。至于登录器，以闺蜜的超能力来说，这都不是什么难事。另一边，刘一在完成了秘境之后回到了现实世界，他站在窗前开始思考人生。尽管现在的他已经变得很强了，但是妹妹的登录器他却始终解决不了。就在这时，妹妹的声音传了过来，刘一转头看去，但下一秒他的眼睛就在妹妹身上移不开了。原界登录器，妹妹抱着的居然是登录器。阿运看着哥哥一脸兴奋的样子，还以为对方是看到了自己的闺蜜，她赶紧向哥哥介绍自己的闺蜜。然而面对美女温柔的打招呼，刘一视若无睹，径直跑到妹妹身边抱起登录器。太好了，你是怎么搞到的？妹妹气得两眼翻白，年纪轻轻不想女人居然满脑子都是游戏，活该你单身一辈子。念出一脸尬笑，一个登录器至于这么兴奋吗？刘一没有解释，他回到自己房间开始规划以后的事情。游戏角色练到60级，装备一身60级，现实中打造一个末日堡垒。刘一清楚的记得，上一世游戏降临时玩家最高的等级就是60级的实力，他完全可以保证自己和妹妹的安全。而且当游戏降临后，社会秩序会迅速崩盘，因为囤积食物才能维持生存。为此，刘一特意瞒着妹妹租下了一栋闲置的楼房，并花掉了所有游戏中赚到的钱购买了大量食物。现在的刘一已经36级，只要自己不在游戏中死亡，现实中购买的物资能准时送达，那么他和妹妹就能在末世中安稳的活下去。然而刘一不知道的是，新秩序的会长腾腾热气此时已经盯上了他。没错，这个45级的玩家正是机关的顶头上司，他很清楚刘一获得了禁令，所以这次他要派魏西好好的慰问一下对方。玩游戏一定要远离那些看起来很乖巧的女生，因为一不留神，她就会吸干你的阳气。新秩序工会的魏西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面对阴兵五兄弟的极力狂天，她也只是笑而不语。然而等到秘境攻略成功的那一刻，她就会原形毕露，将所有队友全部坑杀，凶器挺在前，道义放两边。没错，魏西和刘一一样，不仅拥有禁令，同时她还拥有绝境逆袭者称号。杀队友是她变强最快捷的方式。在收到会长腾腾热气接近刘一的指令时，魏西显得格外兴奋，仿佛吸干一个男人的阳气是她这辈子最快乐的事。另一边，自从妹妹带着闺蜜住进家中，刘一就开始手把手的教导他们如何变强。他告诉两人，在这个游戏，不管你装备多么牛逼，没有禁令仍旧是个弟弟，所以开局第一件事就是获取禁令。刘一将两人丢在武器训练室里便离开了。念出帮了自己的妹妹，他这一世自然会好好的报答对方。离开了训练室的刘一准备去冲击60级，然而攻略了一场秘境之后，刘一却是一脸愁容。一场35级的10人秘境需要花费半天到1天的时间，而一次得到的经验只够他升半级左右。如果这样下去，等到游戏降临，他最多也就练到50多级，距离他的60级目标还差得很远。刘一有些不知所措，
错，难道真的要通过牺牲9名队友来换取最高效的经验奖励吗？这样的队伍不是没有，在前世他们统称为绝境局，组织这类队伍的获利玩家，往往都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难道自己也要变成这种人？就在刘一陷入纠结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了消息提示声：秘境邀请人魏西。刘一默念这个名字，突然他变得异常兴奋。这不是前世专门靠绝境奖励成为顶级玩家的超级渣女吗？她居然邀请我参加她的绝境局，那么我是否可以借此黑吃黑，快速升级呢？颤抖的腿，激动的心，之前的刘毅心中的负罪感在此刻荡然无存。嘿嘿，魏西，你可别怪我利用你，这次可是你先要坑老子的。玩游戏你敢和9个红名玩家一起下副本吗？刘一在看到魏西发来的邀请名单时，顿时露出了阎王笑。好家伙，全都是熟人啊！大号已练废，前世为了绝境奖励，在系统结算奖励前坑杀全队队友。小饼干不仅坑害队友，他还是个绿茶，在被喷之前他先喷队友，而剩下的几人多多少少都有过相似的战绩，所以这场秘境队伍本就是为黑吃黑准备的吗？又或者前世他们是被魏西坑了之后才开始变坏的？思考间，刘一打开了地图，任务的集结点是无序混乱区。目前游戏中共分为5个区域，安全区、木须是供玩家补给和镜像挑战，有序危险区供玩家寻找简单的刺激冒险，无序混乱区则是供玩家体验绝望感的。从混乱区开始，怪物甚至可以从秘境中逃脱出来。而第4个区域是近乎没有玩家抵达的失控区，这里逃出来的怪物已经达到了70级。至于最后一个区域，则是最神秘、最危险的崩坏区，连系统都无法控制这里的魔兽，所以这里没有任何封锁，怪物普遍达到了90级以上。刘一这次秘境的任务集结点是混乱区，没钱传送的他只能选择步行。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他一路上走得小心翼翼。森林里游荡着密密麻麻的嘎嘎怪，一旦有任何响声，他们便会蜂拥而上，十分难缠。刚刚躲过了一波魔兽，刘毅决定加快速度离开这里。然而他刚走了2步半，一杆尖锐的枪头直逼膀胱而来。危急时刻，刘毅急速扭头，身形还未稳住，长枪再次猛劈过来。刘毅急速后撤，在他面前是一个手持长枪的男人，无光装备，生劲覆盖。刘毅的长刀猛然袭向对方，男子咧嘴一笑，同样施展爆劲覆盖，2股至强的力量碰撞在一起，现场顿时浓烟四起。一番交手过后，2人全都处在原地。手持长枪的男人正是刘毅队伍中的大号已练废。虽然你的劲力种类所带来的攻击和我不在一个水平上，但是你已经得到了我的认可。走吧，我们集合点见。从始至终，刘毅一言不发，他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眉头不由得紧皱起来。竟然出现了除了自己以外的劲力玩家，加上极有可能已经获得了劲力的魏西，看来这支队伍的实力恐怖的过分，就是不知道这次谁才是最后的赢家。一场10人参与的秘境副本竟演变成了吃鸡大赛。秘境开启后，系统会随即在1名玩家背包里放入恶作剧玩偶，杀死拥有玩偶的玩家即副本通关。同样，拥有玩偶的玩家可以杀死其中1名玩家，让玩偶的寄生转移。话说刘一是最后一个到达集结点，丰满圆润的魏西就坐在石头上等他。刘一这也是第一次见他，前世他只听说过对方的名号，果然是一头让人欲罢不能的妖精。魏西啪啪2下，既然人已经全了，那我们就进入秘境吧。不过我要先说上几点，混乱区的秘境以诡异著称，所以等下进去之后，不管攻略任务是怎样的，我们都要先讨论方案再进行，谁也不许自作主张。玩家们没有异议，欣然答应下来。但是谁又能知道，魏西那张人畜无害的面容下隐藏的竟是一颗蛇蝎之心。刘一知道此行危机重重，可他不在乎，因为自从魏西盯上他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已经逃不掉了。既然无法逃避，那就躺下来享受。众人踏入秘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场血腥的开场动画。诡异的气氛让所有人都警惕起来。话说游戏的随机场景、随机类型机制还真是让人又爱又恨，既满足了玩家们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同时极限的挑战还能带给玩家刺激感。开场动画过后，摆在众人眼前的是一个奇特的玩偶，然而不等众人反应过来，玩偶消失，场景变成了一片血火。这时任务提示也派发到了每个玩家的系统界面上，任务生成：恶作剧玩偶，攻略胜利条件：消灭恶作剧玩偶。看到这里，刘一也不由得心头一惊，这简直就是专门为绝境奖励而生的秘境。如果把拥有玩偶的队友留到最后一个击杀，那么奖励绝对是天花板级别的。按理说接到任务后，玩家应该第一时间查看自己的背包，但是这里却无一人敢动。进来的玩家人均心眼子801，自然很清楚，微表情就可以出卖一个人，所以大家都在偷偷观察对方，试图从对方的表情中找到那个携带玩偶的玩家。就在气氛变得有些微妙的时候，一阵啪啪声打断了众人。魏西依旧是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大家都看到任务内容了吧？我想说的是，谁有玩偶谁就自己站出来了。后续死亡带来的损失，其他存活的9个队友共同筹备补偿给他。这个提议大家同意吗？魏西的话瞬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众人皆是同意他的想法。趁着众人看向魏西的间隙，刘一迅速打开背包查看，但仅是一眼，刘一差点爆出了国粹，玩偶居然他喵的在老子背包里。刘一背包里的玩偶此时像是一道催命符，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刘一的 CPU 疯狂运转，杀死1名队友可以让玩偶寄生转移，可是自己又该选择杀掉谁呢？而杀掉队友之后，他又该如何面对2名尽力玩家的愤怒呢？这个人面兽心的女人果然会玩，仅是一句话就让9名玩家统一了战线。刘一没有说话，低着头沉思起来。而就在这时，魏西仿佛看透了刘一的心思，他前甩后扭的走了过来。哎呦，我们的大帅哥，你就快站出来承认吧！刘一心头一惊，眉头紧皱，他死死盯着对方的眼睛，不去看一堆黑球。魏西茶里茶气的开口说道：“大帅哥，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呢，我叫魏西，性别女，爱好男，你呢？”刘一先是看他，紧接着微微抬眸，只见魏西身后的人全都不怀好意的看着自己。刘一脑袋微微一炸，瞬间柯南附体，原来刚开始他们就不是在互相观察，而是用暗语交流情报，所以他们是一伙的。
刘一自嘲一笑，突然的组队邀请，半路的拦截试探，很明显这是魏西为了刘一设下的计，请8个人过来帮忙很正常的一件事。只不过魏西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把刘一列为猎物的同时，对方也已经将他列为了猎物。刘一越笑越贱，魏西单手托腮，大臂托球，别挣扎了，以你和大费交手时展现出来的实力，你绝对不是我们9个人的对手，所以别浪费时间，早出去早解脱，好吗？大号乙练费也在此刻地上嘲讽，队长，给他个挣扎的机会呗，这样多有意思。可是那样太残忍了，我好害怕看到那样的场景。看着2人一唱一和，刘一言不发，硬邦邦的手枪直接从他手中唤出，枪头所指正是魏西的脑门。姐姐想心疼弟弟，可惜你不中用啊！看到刘一的武器居然是手枪，身后的小嘎嘎们顿时笑成一片。老大，居然有人还在用热武器，难道他不知道普通玩家都可以躲避子弹吗？人家是高手，你们可别小看他，说不准人家会囚禁技能。大号乙练费的话顿时引来哄堂大笑。囚禁？他要会囚禁，鸡都能进 NBA。魏西也是笑得双球摇摆，玩了这么久游戏，他们可从没听说过有人会使用囚禁类的技能。刘一歪嘴一笑，囚禁技能发动。魏西心头一惊，身形急速闪退，胯下的大门还没关紧，魏西的惊讶就化作了疑惑。没事，他喵的耍我，都跟我一起上！刘一的嘴角不断上翘。就在这时，魏西的身后传来一声惊呼：动不了了！一道道锁链将大号乙练费缠住，而这正是刘一刚刚发动的禁锢技能。众人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刘一冷冷地发动了手枪技能钟摆判定，判定为3倍伤害，攻击力增加5000。再见了，小嘎嘎！一枪秒杀一个拥有隐藏技能的高级玩家。大号乙练费这次真的是人如其名了。众人还没回过神来，刘一的系统奖励就已到账，您杀死了大号乙练费，玩偶转移成功，团队成员减1，绝境逆袭者称号触发，全属性增加10%。大号乙练费的身体逐渐消散，小嘎嘎们被害得一句话说不出来。从柯南附体的那一刻，刘一就已经将局势分析了个透彻。一开始他不确定队伍里是否有第4个尽力玩家，所以他一直在隐忍，直到从魏西口中听到他说他要和大号乙练费对付自己，他猜到了这里只有魏西和大号乙练费是尽力玩家，所以趁着对方大意，解决掉其中一个才是化解危机的最好办法。当然，刘一第一选择的是击杀魏西，只可惜当时使用禁锢技能时，对方躲开了，或许是因为他的感知属性高，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刘一笑盈盈地看着众人，嘿嘿，接下来你们可要保护好玩偶寄生玩家了，不然让我直接杀了他，秘境可就结束。魏西被刘一气得虎躯一颤，但紧接着他就发现了事情不对，都别乱动，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找出玩偶新的寄生对象。刚刚准备围拢在一起的小嘎嘎们顿时慌了，但是魏西的话说得太晚了，被寄生的玩家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刘一邪魅一笑，嘿嘿，被我发现了，没错，被护在人群后面的小饼干就是新的玩偶寄生者，全属性强化。刘一速度暴增，快如闪电，魏西只感觉一股劲风从面前拂过，下一秒便听到了玩家们的哀嚎声。一套蛇皮走位下来，除了小饼干之外的普通玩家全被刘一秒杀，一刀杀6人，并非刘一实力太强，而是普通玩家在尽力玩家面前就是土鸡瓦狗。此时秘境中已有7人被杀，刘一的全属性也增加了70%。魏西爆出一句国粹，裹挟着坚挺的双球袭向刘一，短刃突刺，长刀格挡，2名尽力玩家的交锋掀起一阵威力巨大的余波。不远处的小饼干顿时瘫坐在地，你唯独留下玩偶寄生的小饼干，原来你真正的目的是绝境奖励。刘一邪魅一笑，嘿嘿，你才知道啊，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大球妹。2名拥有尽力玩家的交锋宛如莲花撞门，双方深入浅出，大开大合。冷兵器对决本就是1寸短1寸血，魏西两股战战，机遇先走，柔劲诡秘之跃发动，魏西的身影化为一道残影，瞬间消失在刘毅身边。刘毅眉头紧皱，眼神聚光，突然一股劲风从腰间袭来，魏西的匕首直逼腰子而来。刘毅正欲转身，但速度不及对方，匕首插在腰间，不等发出哀嚎，魏西再次发动越击，3连斩全部落在刘毅身上。仅是一个回合，刘毅的血量就失去了70%。一道绿光闪过，刘毅发动了生劲修复，血量瞬间回满。他长刀猛然加速，四桌使巧，狂劈向魏西天灵盖。魏西心头一惊，猛然回头，映入眼帘的除了一道刀光，就只剩下一只大鸟。但更让他震惊的是，刘毅的劲力居然是血牛血。哐当一声，2柄武器再次交锋到一起。刘毅长刀抵在前，棍棒破其下。就在他突破防线攻城拔寨之际，魏西手上银光闪闪，一柄短刃猛地刺向刘毅。尽管偷袭得手打掉了刘毅近1万的血量，但紧接着刘毅的生劲修复再次让他回满血。魏西惊了，瞬间恢复药剂，每个人只能带10瓶，但刘毅回复血量的次数已经完全超出这个数量。难道说不等魏西反应过来，刘毅长刀斜砍而过，刀光自2臂处开始，腰子处结束。嘿嘿，4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答案的。刘毅的这一刀伤害很足，但并不致命。魏西此时气得鼻子上玻尿酸都歪了。刘毅再补一刀，但魏西却是急速闪退。他站在小饼干身边，眉头紧皱，你刚才使用的绝对不是药剂，加上你的血量，原来你拥有的是辅助型劲力。嘿嘿，这才看出来呀，你应该把属性加到脑子上，而不是前面的那2坨肉上。魏西没有说话，但下一秒他又满脸堆笑，一副任君采摘的样子。哥哥你好厉害呀，要不我把小饼干杀掉结束秘境吧？刘毅眼神冰冷，难道刚才逼太紧了吗？他要是杀了小饼干，秘境结束，自己根本拿不到绝境奖励，那么这一切不都白费了吗？刚才我就该趁着他震惊的功夫直接发动禁锢技能。你什么意思？刘毅冷冷说道。好可惜呀，人家本来这次的目标可是哥哥你。趁着对方说话的间隙，刘毅不再犹豫，瞬间发动禁锢技能。然而技能还未发动，刘毅惊呆了。只见小饼干在快速杀掉魏西之后，直接选择了自杀。1
人杀掉7名玩家，剩下的2人选择自杀。按理说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刘一却是欲哭无泪，让小饼干杀掉自己并选择自杀，这是魏西下达的命令。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困死刘一。没错，因为秘境的规则是让玩家杀掉携带玩偶的人，小饼干杀掉魏西，玩偶就转移到了刘一身上，然后他再选择自杀，那么刘一就没有玩家可以杀了，而他将永远背负着玩偶，直到秘境时间结束。同样那时候等待他的还是失败死亡。不得不说，女人发起狠来，连自己都敢抱。刘一瘫坐在地上，这样的结果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难道重生以来的努力就要在今天化为泡沫了吗？这就好比一只刚学会打篮球的鸡，还没来得及进 NBA 就被人做成了烤鸡，躺平摆烂了一会过后，刘一突然坐起身来。不对，事情还没结束。如果这是必死局的话，自己早应该被判定失败了。但是秘境却还没有结束，这就说明这里一定还隐藏着方法。刘一站起身来，开始四处寻找线索。秘境的四周都是透明色的空气墙，整座秘境只有平台大小，而中心的圆柱平台是放置玩偶的唯一特殊地方。刘一纵身一跃来到圆柱之上，圆柱体上写着绝望与希望并存几个大字，但是仔细查看发现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我无法开启这扇门。刘一有些疑惑，他抚摸着小字低声喃喃道：这是谁雕刻的？玩偶吗？突然手掌触碰的地方陷了进去，刘一膀胱一紧，这是机关。系统提示：是否消耗1000时之力开启入门测试。刘一眉头紧皱，1000点的时之力属实不少，他在绝境逆袭者称号的加持下也就才1500点，加上之前的消耗，现在他也就1000出头。如果全部消耗在这里，接下来如果遇到危险，那么自己就没有底牌了。不过转念一想，他或许可以使用祝福技能增加自己的全属性，让自己的时之力得到短暂增长，然后利用这些进入，这样自己还能剩下300多的时之力，而且用强化状态进入未知区域，对自己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说干就干，刘一开启了全属性增强，一道亮光闪过，刘一被拉扯了进去。等他再次睁眼，一个黄毛焦急的在他面前大喊：院长，快做出决定吧！您是选择集中映射跟随你的那些人，还是选择稀释映射所有人？院长，您快下决定，要把算力投入到那里。刘一一脸懵逼，卧槽，这是什么鬼？什么是算力？什么是内射？刘一现在一头雾水，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个选项：集中映射跟随您的人，稀释映射所有人。这种没头没脑的问题简直太难选了。他努力回想着副本开头的剧情，按照游戏设定，这里的人物经历了一场浩劫，而获胜的关键就在于算力。可是被算力映射到的人能得到什么？活下去的权利，还是成为解决浩劫的工具人？这可把刘一彻底难到了。前世他只有1级，根本没有接触到游戏的核心内容。按照刘一自己的理解，映射跟随的人意思就是给予一部分人在末世中活下去的权利，而稀释映射所有人就代表着大家都成为解决浩劫的工具人。毕竟浩劫无法躲避，大家一起努力才会有出路。正所谓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平行时空。如果自己的选择和前世游戏降临有关系，那么这次刘一选择稀释映射所有人。然而选择结束，刘一再次传送回到平台上。刘一有些懵，难道选错了吗？为什么没有任何变化？刘一盘腿坐在地上开始思考，以他现在的时之力储量和秘境剩余的时间来算，他最多还能进入入门测试2次，反正当初只有2个选项，大不了再选一次就对了。1个半小时过去，刘一的时之力恢复了。当他再次进入看到选择面板时，刘一犹豫了，2选1还不限制进入次数，这样的隐藏关卡是不是太过于简单了？他仔细回想之前的开场动画，当初那个玩偶是因为顽劣走出了研究室，最后想要回来却被这扇门堵住。如果选择真的这么容易，玩偶为什么会被挡住？2选1总有一次会选对的。难道说这里根本不是测试选哪个选项，而是测试一个人的态度，一个自始至终都不会改变的态度？刘一相信自己的判断，再次选择了同样的选项。一阵亮光闪过，刘一传送回平台，这次依旧是没有变化。他再次耐心等待，直到3个半小时过后，刘一再次进入了秘境。这次他没有犹豫，直接选择了相同的答案。一道光芒闪过，刘一回到平台，但此时的平台却是震动起来，中间的圆柱开始慢慢下降。刘一一脸兴奋，太好了，选对了！这个测试最重要的点果然不是选择某个选项，而是测试一个人是否能始终如一的坚持自己的观点。其实当初不管选择哪，只要连续3次都选其中一个，就能开启通关大门。这个秘境的隐藏关卡应该是需要团队共同完成，但是游戏却保留了一丝单人完成的可能，这才设置了3次，而这一丝的可能只有拥有全属性加成和绝境逆袭者称号的玩家才可以进入，否则普通尽力玩家的时之力根本达不到进入3次。刘一带着一丝小兴奋朝着地下室走去。当他来到大门尽头，一具尸体摆放在一旁，而这具尸体的主人正是开场动画的那个女。就在这时，刘一的胸口突然出现一道亮光，光源融入到女人尸体上，紧接着系统发来提示：恭喜玩家完美通关秘境，奖励算力1%的权限，玩家升级，开启40级升进技能分支。他是第一个敢让渣女白等6个小时的男人。刘一在隐藏关卡里待了6个小时回家了，而魏西却在复活点苦苦等了6个小时。魏西抠破了痔疮也没想明白对方是如何做到通关的。这时新秩序的会长热气腾腾向魏西发来了询问信息。魏西表示尽管自己任务失败了，但是他得到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作为交换条件，对方需要为自己在镜像空间培养一个恢复等级的镜像，而那条有价值的消息就是刘一辅助尽力拥有者的身份。在收到这条信息时，热气腾腾一脸凝重，原来他一直在寻找辅助型尽力玩家，目的就是为了攻略失控区的秘境。在新秩序总部会客厅里，一名叫做无极的45级尽力玩家正在和他谈合作。无极开出的条件是一个秘境10万天地银行，热气腾腾没有犹豫直接答应。走出新秩序工会大厅，那名叫做无极的玩家顿时气上心头，对着路灯就是一顿发泄。这下可把他的同伴给惊呆了，明明已经谈成了合作，为什么还要生这么大的气？
无极表示，他从热气腾腾那里了解到，游戏中居然出现了和他一样的辅助型尽力玩家，这无疑是阻碍了他的计划。此时刘一还在家中思考什么是算力权限，完全不知道他已经被多个人惦记上。不过话说回来，算力到底是什么？完美攻略秘境后获得的奖励是否有特殊意义？如果算力达到100%，又会发生怎样的事？太多的问题困扰着刘一，他能感觉到这些问题一定关系着他的未来。想了很久，刘一也没搞清里面的关系，他准备去洗手间奖励一下自己，释放体内的洪荒之力。打开房门，一股香气扑鼻而来。只见念初刚刚洗完澡，正在擦拭头发，见到刘一时还十分礼貌地打了声招呼，一声哥哥好，直接把刘一整红了脸。好家伙，刚想着奖励自己，这不就是现成的素材吗？释放完自己的荷尔蒙，刘一直接来到了游戏中的装备店，站在展柜面前，刘一心中暗自盘算，现在他的等级只有44，距离60的目标还剩16级。按照2次秘境升1级的速度来看，至少要下32次秘境才能升到60，这得花费20天的时间。然而距离游戏降临只剩下22天了，万一这中间出现了意外，自己就很有可能达不到60级。另外自己的装备也有很大问题，这个游戏的装备有2种获取方式，一种是直接用秘境精华购买，另一种则是用秘境精华把低等级的装备升上来。自己现在还有1万多点秘境精华，升到40级暂时够了，但是升到60级那就还差不少。正当刘一纠结要不要更新装备的时候，一条信息突然弹了出来，而发来消息的正是新秩序的会长热气腾腾。刘一很清楚地记得，前世中新秩序工会控制着整座华南地区，他们奉行精英管理，只有精英玩家或者特殊才能的普通人才能在他的势力笼罩下活得有滋有味，而弱者只能沦为牛马。上一世的刘一就处于这个层次，要说他不恨对方那是不可能的。他眉头紧皱，询问对方找自己何事。热气腾腾表示他正在组织一个专门攻略失控区秘境的队伍，而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辅助尽力者。刘一有些震惊，那岂不是队伍里全都是尽力玩家？没错，热气腾腾也没有藏着掖着，他直言表示自己的队伍绝对是目前最强的配置。刘一一脸凝重，按理说这种配置在混乱区和危险区完全可以同推，但对方为什么偏偏选择难度更高的失控区呢？刘一有些不解，但对方也没有直接告诉他原因。刘一表示自己会考虑的。结束了聊天，刘一开始盘算，虽然这个队伍配置几乎断绝了他获得绝境奖励的可能，但攻略秘境获取的精华和速度绝对是无人能及的。唯一让刘一想不通的是，对方为什么偏偏选择失控区？那里光是野外就游荡着70家的秘境怪物。既然想不明白，索性不去想了。刘一决定先把装备提升起来，选择升级。除了原有的装备升到了40级以外，刘一这次还将空缺的部位补齐了：醒神头巾、守神项链，外加1枚智慧徽锦。全身紫装穿戴完毕，刘一的战力直接飙升到了102。这时系统发来提示，称号升级，低维战士升级为高维战士，全属性权重比提升至+2。看到自己的属性，刘一不由得惊呼一声，这个战斗系统奖励果然牛逼，权重比只增加了1点，实力就暴涨30%，就是不知道下一次增加权重比需要的战斗力是多少。不过话说回来，只要拥有尽力，就能开启战斗力系统。刘一有的，热气腾腾队伍里的尽力玩家同样拥有。要是这么算的话，10个刘一这种实力的人去攻略失控区还是很有胜算。一想到这，刘一立马决定同意热气腾腾的邀请。在看到刘一的留言后，对方也是十分大方，表示队伍里已经有1名辅助尽力拥有者。刘一的待遇和他一样，都是10万天地银行一场秘境。对方的财大气粗也是让刘一开了眼，怪不得前世新秩序公户能成为顶尖，原来对方除了尽力之外，还是一个超能力拥有者呀。为了能和妹妹更好的在末世里生活，这10万1单的生意刘一接下了。当刘一进入队伍，玩家无极第一个给他发来问候，两人同样都是拥有辅助型尽力的玩家。然而这个无极看似友好，实则包藏祸心。他就是当初听到自己不是唯一特殊者时替坏路灯的那个家伙。集结点设在了木须市北门。刘一把头部装备显示关闭，然后将原来的普通手枪带上，并把刀背在身上，伪装他契合武器是手枪的事实。毕竟第一次和高手合作，自己不能亮出全部底牌。到达集合点，10人的队伍只有他和无极不到50级，但是玩游戏等级不能代表全部。刘一是最后一个到的。当他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盯着他，只有无极和他热情打招呼。刘一也十分礼貌地和他回应。这时热气腾腾叫住两人，表示人已经到齐，希望无极和刘一在去失控区秘境前先展示一下自己，方便以后合作。刘一没有回话，他和无极对视一眼，技能等于底牌，展示技能岂不是要把底牌全都亮给别人看？无极摆摆手表示无所谓，只有展示了大家才能相信他们是辅助型尽力拥有者。刘一刚想说些什么，但无极却先一步走上前去，他告诉热气腾腾，尽力的释放距离都是根据契合武器攻击距离来测算的，他的契合武器是全套，距离只有1.5米，所以这是他最大的缺陷。热气腾腾表示认同，关于尽力释放距离的问题，他也做过研究，但这些话到了刘一耳朵里却让他震惊无比。他从未考虑过技能距离，技能都是想放就放，自己的契合武器是枪，难道释放距离是100米、200米？刘一突然感觉自己好变态。这时无极也在展示自己的技能，第一个和刘一一样是恢复血量的生境修复，而第二个则是带有负面状态的咒念，第三个技能是沉默，可以限制对手的技能。至于最后一个，无极表示他想给自己留些底牌，暂时不打算展示。热气腾腾表示理解，那么接下来就该到刘一了。刘一这次多长了个心眼子，他谎称自己的契合武器是刀，释放距离3米，在展示技能时，他全部进行了阉割，让自己的技能显得不那么变态。同样，他也保留了第4个技能作为底牌。见两人已经表明身份，热气腾腾振臂一呼，带领众人前往失控区。刘一走在最后，
后，心中暗自盘算，混乱区和失控区的秘境收益相差不多，但野外的危险程度却是天差地别。新秩序为什么非要攻略失控区？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然而此时的刘毅满脑子只想着此行的目的，完全不知道无极已经开始在心里盘算如何将他干掉。他们是游戏中最顶级的劲力拥有者，如今却齐聚一堂，共同联手前往失控区攻略秘境。失控区与混乱区、危险区不同，这里野外的难度是根据团队携带人数计算。刘毅的小队有10个人，所以这里即便是最简单的秘境，也是70+10的难度。热气腾腾提醒众人，这里击杀野外怪物没有任何奖励，所以在进入秘境之前，见到野怪能躲就躲，实在躲不开就想办法引开，哪怕是牺牲队友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说完这些，热气腾腾第一个跳入深渊，其他的几人也紧跟其后。刘毅跟在最后，随着身体的不断下落，周围的光源也渐渐消失，待到落入地面，天空只剩下极其微弱的光亮。刘毅环顾四周，发现他们处在一处废墟之中，远处一只潜伏的魔兽正盯着众人蠢蠢欲动。见人已经到齐，热气腾腾告诉众人，先去预先安排好的安全点集合。众人跟随其后，迅速赶路。那只潜伏的魔兽也要追上去，但下一秒，一只巨手直接一把将他攥住。一只更大的魔兽发出一声低吼，急速朝着刘一的方向追去。很快，队伍里就有人发现了追来的魔物。老大，怎么办？是中雕。热气腾腾头也没回，能躲就躲。几人加快步伐，试图将其甩掉。无极十分不解，对方只有一只魔兽，难道他很厉害吗？小嘎嘎告诉他说，他们工会派遣过10支队伍探查情报，其中5支就是被这种魔物团灭的。中雕速度虽然不及众人，但是力量奇大，很快他便破墙而出，找到了众人的踪迹。眼看对方甩不掉，热气腾腾直接命令头戴将其引开。头戴属于敏捷型劲力拥有者，他对着中雕释放戏耍技能，这个技能类似于嘲讽，但又可以减少目标的移动速度。中了戏耍的中雕就像是闻到了骨头的细狗，疯狂的追赶头戴。众人还在急速赶路，但跑在最后面的无极却是起了歪心思。若是那只怪物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强的话，那么自己岂不是应该好好利用一下？无极泛着紫光的手掌指向了他面前的刘一，标记技能发动，标记目标，使其始终存在于方圆1000米以内的生物感知中，持续10分钟。刘一，怪就怪你和我得到了相同的劲力，这次你就安心的等死吧。这个世界有3种人一定要防：隔壁姓王的大哥，住进你家的闺蜜，还有身后陌生的队友。刘一还不知道自己被无极标记了，但远处的魔物已经嗅到了答辩的味道，就连追赶头戴的那头中雕也停下了动作，开始细细品味。突然，一只小型魔兽猛然窜出，刘毅本能的格挡，猝不及防之下，直接被撞进了一旁的废墟里。前面的队友立马停下脚步，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但是还不等他们搞清状况，更多的魔兽已经追了过来。魔兽们朝着刘一撞进的废墟内蜂拥而至，众人全都是一脸诧异，热气腾腾眉头紧皱，似乎想到了什么。只有无极一脸阴沉的笑着：“你们先去预定的安全点，我试着去救一下他。”热气腾腾丢下一句话，便急速冲了进去。队友们焦急的大喊一声，想要追上去，但无极却表示，会长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有把握，大家还是按照会长的要求去做，免得成为他的负担。就在这时，一声巨大的轰隆声传来，小嘎嘎们顿时心头一惊，不好，是中雕，他摆脱控制了。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掉头就跑。另一边，热气腾腾已经进入了废墟之中。忽然，一只魔兽从侧面袭来，热气腾腾从容不迫挥出一剑，但下一秒，他的眼睛里充满了骇然，自己的一剑居然连对方的包皮都没割破。魔兽嘶吼着朝他袭来，热气腾腾急忙持剑格挡，闪现后撤数米之后，魔兽竟扭头朝着刘一而去。不仅如此，扑向刘一的魔兽数量还在不断增多，看来是救不了了。就在热气腾腾准备放弃的时候，魔兽的中间突然爆发出一道刺眼的光芒，热气腾腾一脸震惊，只见刘一双眼血红，浑身冒着金色的光晕。原来刘一使用了40级的生境分支技能状态凝固，它可以锁定血量，但是无法移动。这他喵的和开了锁血挂有什么区别？在开启状态凝固的瞬间，刘一怒吼一声，开启祝福效果，祝福生效，角色无法移动异常已驱散，标记已驱散。别人都是叠 buff， 刘一这次是叠 buff， 生境覆盖到长刀上。刘一怒劈一刀，魔兽小嘎嘎们顿时血肉模糊。就在这时，中雕破墙而入，狂奔袭向刘一，利爪猛然刺向刘一。刘一左手一弹，直接握住对方的爪子。力道之大，让爪子前段都已经出现了裂痕，但即便如此，魔物的力量仍旧大于刘一，巨大的冲劲将他横推数十米。而就在这个瞬间，刘一发动了钟摆判定，判定为眩晕，攻击增加135600，硬邦邦的手枪指向魔物。这时对方的另一只利爪袭来，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魔物头上炸裂，片刻后，中雕软趴趴的倒了下去，地面被震得四面开裂。刘一踏在中雕尸体上，看着他消失。而此时的热气腾腾已经目瞪口呆。刘一干掉了中雕，热气腾腾人都看傻了。直到刘一来到他的身边，他还没回过神来。快走！刘一丢下一句话，急速窜了出去。此时刚刚分散开的小型魔兽也开始慢慢围拢。热气腾腾反应过来，立马追了上去。与此同时，在失控区的秘境入口，队员们还在焦急的等待他们的会长。要不我们先回去，下次再来攻略吧。那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人活下来？无极的话刚说出口，就被其他队员给对上。我们会长还没入土呢。虽然他们血量没掉，但大概率是用了某些急救技能锁住了。那个刘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真是猪队友一个。无极的抱怨引得众人烦躁不已。突然，一名小嘎嘎兴奋地喊道：“会长和刘一的坐标已经显示到安全屋了。”闻听此言，无极心头一颤，他们不会把怪物引来了吧？快防守！此话一出，顿时让兴奋的小嘎嘎们变得惊恐起来。不会吧？没有听到太大的声响，
就在这时，门被打开了，热气腾腾和刘毅缓缓走了进来。见会长安全归来，众人全都兴奋不已，唯有无极一脸疑惑，那种情况怎么可能会活着回来？新秩序的会长也太他喵的事多了。不明真相的小嘎嘎们都在夸赞会长牛逼，但热气腾腾没有一丝回应，而是转头看向刘一，都舔老子干嘛？老子当时可是害怕极了。刘一径直的走到一处石头上坐下，热气腾腾也让大家不要舔了，表示休息10分钟后开始攻略秘境。此时无极眉头紧皱看向刘一，片刻后他忍不住靠了过来。刘一，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一定很刺激吧？刘一看向对方，旋即轻蔑一笑。当初使用祝福效果时，他可是清晰的记得自己中了标记，刚才是你搞的鬼吧？刘一的话让无极心头一惊，但紧接着他又矢口否认，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怎么可能有那种本事？刘一扭过头来，脸上依旧挂着轻蔑的笑容，你没有学习过祝福技能，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可以驱散任何负面状态，包括你在我身上下的标记，而标记这个技能，队伍里除了我，只有你能拥有。说话间，刘一已经掏出了硬邦邦的手枪。说实话，从进屋开始，我就考虑要不要解决掉你，直到你刚才和我搭上，我才突然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犹豫，就说明内心极度渴望。既然渴望，那就满足自己好了。面对硬邦邦的枪口，无极率先发起狡辩，别杀我，我有一个种茶叶的爷爷。我们是队友，你确定要杀我？两人的举动把其他的队友都给看傻了。无极露出一个阴谋得逞的笑容，白痴，拿着热武器就想杀我，开什么国际玩笑？不过也好，我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爬上道德的制高点制裁你。反正队伍里只有我们2个人有生境技能，谁又能证明是我害的你？果然，队友在看到刘一拿出枪后，纷纷上前阻拦。热气腾腾坐在原地一言不发，此时的他甚至有些怀疑人生，这他喵招来的都是什么牛马戏精？刘一也不解释，只是轻蔑的笑着。这时无极直接化身喷射战士，疯狂的卖惨，指责刘一不分青红皂白就拿枪对他。这波反客为主，属实把小嘎嘎们给看呆了，甚至他还没完没了的数落起刘一的不是，表示刘一为了成为队伍里的唯一辅助尽力拥有者，想要除掉自己，这种人就不应该留在队伍里。队友们劝他们先别吵了，有事出去之后再解决。这时热气腾腾站起身来，他拉住一名小嘎嘎让其不要说话。看到对方来者不善的表情，无极的心里也是咯噔一下，来到刘一身边，热气腾腾将他手中的武器拦下。突然他速度暴增，猛地掐住了无极的脖子。虽然他现在狗屁不通，但他更愿意相信刘一。无极被掐得龇牙咧嘴，他想要挣脱，却发现对方的力量出奇的大。但即便自己快要被掐死，他仍旧不松口，坚持是刘一要害自己。突然热气腾腾自手至脸变得通红，他冷冷开口，我相信以刘一的实力，根本不屑用这种方式对付队友。此时无极还在不停挣扎，下一秒热气腾腾的身体化为一团血气直接炸裂，这正是他的尽力技能后劲血影之躯，可化身血液包裹目标，包裹期间目标血量与使用者血量同比下降，而且被包裹者无法使用技能。无极被一团血气包裹，此时的他就像是一颗脓包待放的痔疮，自己的血量在持续下降，他连呼吸都有些不畅。他试图发动生境修复技能，然而鸟用没一点。没错，被包裹的目标是无法使用技能的。就这样，无极记了。刘一虽然没有出手，但自始至终他都在冷眼看着对方。血气消散，重新化为热气腾腾的身影。刘一淡淡说了一声谢谢，便回到原位坐下。热气腾腾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回想起之前他见到刘一爆发的实力，他也是额头冒汗。今天他要是不处决无极的话，他可是真怕刘一把所有人都给宰了呀。在将无极抹杀了之后，热气腾腾也向刘一抛出了橄榄枝。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新秩序？我会给你最高逼格的特殊会员待遇，而且今天我杀了无极也算是给你道歉吧。之前你和我们新秩序的低级会员有些小矛盾，但只要我们强联合，这些不愉快都可以忽略不计。刘一还没有回话，周围的小嘎嘎就已经害掉了下巴。这可是特级会员待遇啊，就是会打篮球的鸡也没被会长这么招揽过。刘一抬起头来淡声说道，需要我付出什么？这句话直接把热气腾腾给问懵了，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啊，正常人不是应该询问待遇吗？刘一表示自己很清楚加入工会不可能只享受好处，如果对方的代价他能接受，他就加入。热气腾腾被刘一的直爽给整笑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坦白吧，代价就是当工会需要你的时候，希望你可以付出游戏中的一切，包括不限于等级、装备还有肉体，当然这里没有拔昆无情之辈，事后会给予优厚的补偿的。刘毅眉头一皱，那么这次失控区秘境攻略是不是会以绝境局结束？热气腾腾心头一惊，这小子的思维怎么跳跃的这么快？哪怕是长了800个心眼子的他，一时间也被刘毅给问尴尬。刘毅垂下头，果断表示拒绝加入工会，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表示今后可以合作，但是他不会为其献出自己的等级和装备。这种话在其他人眼里就是不识好歹。特殊会员可是年薪200万天地银行，光是拿去烧都得烧上一整天，而代价仅仅是放弃游戏中的装备和等级。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游戏将会和现实融合。热气腾腾也没有继续在这个话题上纠缠，能合作也是一件好事。刘毅感谢对方的理解，两人都是一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样子。殊不知，热气腾腾此时心里已是纠结万分。攻略失控区，刘毅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助力。本想着拉拢对方，却不料第一步就失算了。如果真的遇到绝境局，那么两人就不得不面临撕破脸皮。这样的结果是热气腾腾不想看到的。为了以防万一，这次还是把如雷叫来吧。真要到了那个时候，就让如雷配合自己，将刘毅彻底解决。
排名第一的工会为何要着急攻略失控区？热气腾腾为何要极力拉拢寂寂无名的刘一？甚至在对方拒绝自己后，不惜叫来如雷作为自己的后手，原因都在于算力。原来在热气腾腾的圈子里，大家都在寻找获取算力的秘境。据可靠消息传出，失控区存在50%的算力，而混乱区存在10%。之所以大家放弃容易攻略的混乱区，是因为性价比太低。失算区每完美攻略成功一次，直接获得10%的算力，而混乱区的秘境仅只有1%，正常攻略倒是没什么问题。热气腾腾就怕遇到绝境局，所以刘一的拒绝让他十分纠结。当然这些事情刘一并不知情，此刻他还沉浸在高端速刷的快乐之中。热气腾腾组建的这支队伍配置十分均衡，肉盾控场输出，每个人在队伍里都能呈现无与伦比的作用。全队配合之下，50家的秘境平均攻略一次只需4个小时时间，而且随着队伍的深入推进，秘境越来越多，仅才4天时间，刘一的等级就达到了50级，同时他的升境技能也迎来了分支、冷却重置和扫描2选1。在刘一达到50级的第3天，热气腾腾也终于找到了他的目标，一个粉红色的秘境，也被称之为特殊秘境。与此同时，无极死后空出的位置也在此刻得到了补充。此人正是排名前5的如雷登场，队伍里的大部分队员都是他曾经的小弟。在看到自己大哥的到来，众人都是十分兴奋，唯独刘一一言不发。当初他可是打败了对方的2个镜像，就是不知道他这个人脾气怎么样。这时如雷也注意到了刘一，他慢慢走到刘一身前，冷声问道：“你就是刘一？听说你很强，已经能够到我的脚趾头了。”此话一出，众人皆是心头一惊，这可是赤裸裸的挑衅啊！难不成2人要在这里干架？刘一板着脸一言不发。这时热气腾腾大声呵斥如雷：“如雷，你少给我惹事！”说着还命令手下将如雷先拉入秘境。他向刘一解释，如雷只不过是嘴巴有点臭，人还是挺不错的。刘毅也没有计较，2人同时看向秘境入口。热气腾腾深吸一口气，看向刘一：“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攻略特殊秘境，我给你承诺，只要按照我的要求攻略成功，之后不管怎样，新秩序都会欠你一个人情。”热气腾腾的话让刘一有些摸不到头脑，但他也没有继续解释。现在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眼前的这个秘境不是绝境局，这是一个让所有睾丸垂涎3尺的特殊秘境。然而刘一却不知道它特殊的意义。回想着热气腾腾刚才说过的话，刘一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前世他只听说对方是个残暴的家伙，但这几天的相处，发现对方十分友善。如果是上一世的自己，或许能和他成为朋友。可是作为有妹有房父母双亡的天选之子，刘一早就社会的毒打中明白了人情世故的真谛。所谓的朋友也只不过是利益所在，一旦利益发生冲突，除了自己那个异父异母的亲妹妹，这个世界的任何人都是自己的敌人。刘一缓步踏入秘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段无聊且摸不到头脑的开场动画。画面中，一群自称专家的小嘎嘎们在研究着什么。突然，他们研究的对象冲出了实验室，小嘎嘎们不出意外的意外解。画面结束，众人进入秘境。不等众人看清四周状况，秘境任务就已经开始派发。失控的研发品，护送冥蛇生命原质前往培育中心。注意，装有生命原质的玻璃瓶无法收入背包，且与玩家绑定，停碎人亡。紧接着，每个人的胸前出现了一个玻璃瓶，热气腾腾一把将其攥住，居然每个人都有。看来完美攻略的条件是全员无损抵达培育中心。太好了，不是绝境局。此刻，热气腾腾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就在众人都拿到瓶子的时候，脚下突然浮现起了一丝微压，一根粗壮的陈年辣条悄悄冒了出来。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众人皆是心头一惊。热气腾腾率先反应过来，立马命令众人展开阵型。下一秒，一头满嘴蜜汁的蛇弹了出来，他张大嘴巴发出一声嘶吼，咔嚓一声，3个瓶子掉落在地，直接碎裂。只见3名小嘎嘎捂着头哀嚎起来，紧接着他们的身体开始透明化，系统提示3人已死亡。突如其来的一幕害得热气腾腾说不出话，这他喵的开局就没了仨，还玩你妈呀！这条大辣条究竟有多会整活？只是嗷嚎了一嗓子，就让3个小嘎嘎直接回家看广告复活去了。并不是他的嘴巴有多丑，而是他发动了技能幻音攻击。刘一靠着自己的主角光环挡下了一波，但冥蛇并未就此善罢甘休，死了3个小弟，如雷的暴脾气顿时就上来了。他提着不到40米的大刀就冲了上去，远处的啪啪声不堪入耳。活着的小嘎嘎欲言又止，如雷的脾气他们可是清楚的很，石陀答辩都挽留不住他。如雷旱地拔葱，猛然挥出一刀，刀光斜跨整座天际。然而冥蛇就像是看傻子一样盯着如雷，刚才的裹挟着王霸之气的一刀根本对他没有任何伤害。如雷惊呆了，但下一秒冥蛇张开血盆大口猛扑过来，如雷还没来得及拿出棉棒就给吞了进去。小嘎嘎们顿时目瞪口呆，完犊子了！哪吒有3头6臂，可我们的大哥只有1头2臂啊，这还没2步半呢，就记了4个，接下来该怎么办？冥蛇吞下如雷之后，并未继续发起进攻，而是蠕动着粗壮的身体朝远处遁去。就在这时，地上碎裂的3个瓶子中的液体开始凝聚，紧接着便延展出一道道光源与活着的玩家相连，而相连的部位正是众人手中的瓶子。仅是眨眼功夫，瓶子里的液体就由黄色变成橙色，再变为浅红色。热气腾腾看着这一幕，若有所思。难道说完美攻略的条件不是全员抵达，而是10份原质合一？不仅是他，就连刘毅此时也看明白了。他眉头紧锁，心里暗自猜测，对方该不是要完美攻略这个秘境，从而获取算力吧？这时小嘎嘎们惊呼起来：“老大还没死！会长，我们去救如雷吧！”然而热气腾腾并不打算去救他，他表示如雷既然没死，那就说明他一定有在怪物手下活下来的方法。现在大家的首要任务是赶往目标地点。不得不说，作为会长的热气腾腾遇事不慌、不感情用事的态度的确让人佩服。众人朝着任务目标点急速狂奔，联想起开场的动画，热气腾腾渐渐有了一些眉目。看来完美通
通关的方法就是10瓶元智合一，从而培养出更加强大的冥蛇。一想到这，他不由得侧目看了一眼刘一，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如果自己的猜测是对的，那就说明冥蛇是无法通过正常手段击杀的。为了保险起见，还是要找个机会试探一下。20分钟后，众人还未到达目标点，小嘎嘎就发现如雷的坐标正在急速朝他们靠近，速度之快让人炸舌。突然有人率先反应过来，不对，那不是如雷，那是吞掉他的那只怪物。就在此时，一张血盆大口猛然出现，冥蛇张开血口的刹那，热气腾腾释放了血影之躯，冥蛇扑了个空，他停下动作，扭头看向众人，热气腾腾身影浮现，当即下令摆开阵型，尝试杀掉对方。然而不管是拳打脚踢还是刀砍剑刺，冥蛇任何反应都没有，甚至队伍里有人还用上了连5遍。然而不管大家如何用力，冥蛇依旧巍然不动，金色的鳞甲熠熠生辉，一双蛇目满是霸道与威严，头戴甩出5连鞭，并发动了戏耍技能。他打算先将其引开，然而才跑出去2步半，他便发现了异常，对方竟然无视他的戏耍技能，没有追上来。冥蛇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怒吼一声，一股带有极其穿透力的声音从他的阴道里射出，头戴的瓶子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嚓声，他心头一惊，瓶子碎裂，仅是眨眼功夫，他便送去看广告复活了。远处的小嘎嘎们眼中满是骇然，热气腾腾和刘一也被这一幕惊得说不出话，这简直就是一个无解的局面，只要对方张嘴，必有一个瓶子碎裂，玩家的生死完全在对方的一念之间。而且更糟糕的是，如雷通过私信告诉大家，怪物防御惊人，他根本无法从内部突破。就在众人不知所措之时，冥蛇竟扭过头遁入了密林之中，碎裂的瓶子化为光源与众人的瓶子融合，原质的颜色似乎又加深了一丝。热气腾腾手握原质陷入沉思，果然冥蛇是杀不死的，只有碎裂的瓶子才能阻止对方。不只是他，刘一也猜到了这一点，然而不等他深思下去，热气腾腾便下达了赶紧出发的命令。众人继续赶路，20分钟后，冥蛇再次准时准点的追来了。这次热气腾腾没有犹豫，他让队伍里的双刀打碎瓶子。双刀有些不解，本就损失了大部分人手，这时候再摔瓶子岂不是增加秘境难度？热气腾腾表示，摔碎瓶子是赶走怪物的办法，距离他们到目的地就只需要赶走对方1次就够了。会长的命令不容反抗，双刀立马照做。果然，这次在摔碎了瓶子之后，冥蛇还没出现就开始掉头了。见到对方如此决绝，刘毅此时也彻底想明白了，不出意外，对方肯定会对自己出手，而最佳的地点正是前方的研究所，因为那里空间狭小。就在众人来到研究所时，刘毅突然停下了脚步，此刻他的大脑里不停地回荡着一句话：我要不要先一步撕破脸皮动手干掉他们？在研究所门口，刘毅直接质问对方是不是想完美攻略，对方的表情显得极其不耐烦，但他还是走出来和刘毅解释，自己根本没有想完美攻略，只求快速完成任务离开这里。同时他还表示，如果刘毅不相信，可以在研究所门口等他和自己的队友进入研究所。刘毅心想，你他喵的拿我当傻子呢？我自己在外面，那头蛇肯定会来找自己，到时候还得送人头。这时热气腾腾身边的小嘎嘎也爬上了道德的制高点。刘毅，你什么情况？新秩序这么大的工会还会占你的便宜？就你这种格局也配得上会长亲自请你？刘毅始终一言不发，现在他正在纠结要不要先出手。刚才他们收到消息，如雷已经脱困了，以他的速度来算，10分钟他就能抵达这里。真要和对方撕破脸皮的话，就一定要在10分钟内解决对方。就在刘毅还在计算时间的时候，热气腾腾发话了，他表示不会勉强刘毅，接下来的任务他们自己完成就好了。说着他便转头就离开了。而此时刘毅已经握住了刀柄，状态凝固时效只有10秒，而祝福效果也不过是60秒。等如雷和他们会合，自己根本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4个境内玩家，这艘友谊的小船到底该不该掀翻？此时前面的3人也看出了刘毅想要动手，小嘎嘎们纷纷化身喷射战士开始指责刘毅。刘毅眉头紧锁，当机立断，状态凝固发动，祝福效果发动。就在他急速冲向3人之时，热气腾腾似乎早有预料，发动了血影之躯，唰的一下他遁入地底。而另外的2个小嘎嘎就没他反应快，一个照面就被刘毅腰斩，另一个小嘎嘎还想反抗几下，结果在双重 buff 叠加下的刘毅面前，依旧逃不掉被腰斩的下场。而此时地图上显示的如雷已经十分接近他们，刘毅双目通红，乱砍一气，很快周围就被他搞成了一片废墟。刘毅心中有些不甘，刚才明明把地图上热气腾腾显示的地方全都打了一拳，结果却没伤害到对方分毫。血影之躯到底是什么 bug 技能？武力不行那就发起嘴遁，什么缩头乌龟、绿帽侠之类的嘲讽话语刘毅全都用上，可对方就是不现身，不吱声。与此同时，刘毅的状态也到了结束时间，而如雷在此时也终于赶了过来。刘毅平静下来盯着对方，突然地面爆出一团血雾，热气腾腾像是个阿飘一样冒了出来，真是果断啊！不过总归是把你的底牌消耗掉了，而代价仅仅才是2个人。接下来你准备好送人头了吗？这绝对是 bug 技能最多的一场战斗，但在一开始，刘毅一人独占排行前5的2名尽力玩家，不开外挂，打起来也是十分吃力，这让本就自大的如雷更加猖狂了。终于等到祝福技能 CD 结束，刘毅立马催动，战力飙升的瞬间，热气腾腾立马警觉，但如雷却是满不在乎。热气腾腾提醒他快使用自己的刀，如雷自信满满，放心，我可是从一开始就在蓄力，死在我这一刀之下，你就感到荣幸吧。如雷的蓄势技能可以增加下次武器攻击的速度和伤害，这也是他的成名技能。一道血光闪过，刘毅危机大作，冷却重置，状态凝固。没错，在50级升进分之时，刘毅选择了冷却重置这个技能，重置后再使用状态凝固，让他获得了短暂的无敌属性。如雷的刀气横推数十米，所过之处摧枯拉朽。
响，浓烟散去，地面出现一道深深的沟壑，这正是如雷刚刚蓄力打出的一刀。尽管处于无敌状态，但刚才的一击显然让刘一十分不好受。祝福开启，全属性叠加强化，再次开启祝福技能，加上之前的属性叠加。此时刘一的属性面板已经达到了一个爆炸数据，长刀猛然劈向如雷，这一击他信心满满，哪怕无法秒杀对方，也能对其造成重伤。然而如雷对这一击却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暴击，制衡发动，制衡限制目标，在自己未攻击前，对方无法对自己造成伤害。好家伙，怪不得这么猖狂，原来他同样也拥有一种无敌的技能。如雷一脸嘲讽地看着刘一，哈哈，白痴，老子就是专门来克制你的。刘一眉头紧皱，紧接着他快速转移目标，将刀劈向了如雷身后的热气腾腾。然而热气腾腾同样一副轻蔑的样子。后劲，红化发动，红化与玩家融合叠加双方属性，期间玩家共享血量、时之力、技能、装备、称号，持续时间10分钟。热气腾腾化为一道血气与如雷融合。刘一面无表情，但心里已是波涛汹涌。果然拥有 buff 技能的不止自己一个人。此时他的状态凝固时间已经结束，而祝福效果也剩下不到1分钟时间。如雷在获得融合之后，属性直接翻了1倍。此时刘一在他眼里就是一只没有犄角的鸡。刘一快速后撤，与其拉开距离。你们还真是做足了准备啊！如雷一脸轻蔑，呵呵，我们只不过考虑的全面了一些，你还没那么大的面子让我们去针对。刘一没有继续搭话，直接掏出了钟摆手枪。在看到热武器时，如雷笑了，这种远距离武器对他来说就是儿童玩具。我听说你有囚禁技能，今天老子就站在这里，看你能不能把我困住。要是能困住，老子让你打。刘一缓缓举起硬邦邦的手枪，嘿嘿，这可是你说的，一会可别哭啊！一枪打出120万伤害，阎王来了都得给你让道。如雷之所以这么自信地站在原地让刘一打，除了热武器在这个游戏中不受待见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还认为刘一的契合武器是刀，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完全超出了对方释放技能的范围。然而下一秒他傻眼了，刘一的囚禁技能成功将他困住，短暂的失神之后，他突然醒悟，难道他的契合武器是枪？那为什么他能在刀上覆盖生境？不等他想明白这些，刘一已经在那头扣动了扳机，生境覆盖，下次攻击增加40万，钟摆判定3倍伤害。好家伙，这一枪的威力足足有120万之多。但此时的如雷仍旧不相信对方可以秒掉自己，因为他可是还有一个类似于名刀的保命技能，能让他丝血维持10秒无敌。但热气腾腾却是嗅到了危机，毕竟这个秘境中，只要对方打碎自己的瓶子，一样也算杀死自己。如雷还抱有一丝侥幸，瓶子在自己腰后面挂着，对方再强也不可能10秒冲到自己后面来。那个时候禁锢技能早就结束了，完全可以躲开。不过以防万一，他让会长赶紧施展血影之躯。但热气腾腾却表示自己今天的时间已经用光了。不等他继续把话说完，刘一的子弹已经射了过来，一声巨响，如雷的半个身子都快要被炸没了。热气腾腾直接被秒杀，如雷仅剩丝血。此时的如雷被惊得只会说一句卧槽，但不出2.5秒，一股无力感就传遍全身。自己虽然有保命技能，但刘一的一击直接穿透身体，将身后的瓶子打碎了。带着一脸不甘，如雷也回家去看广告复活了。刘一面无表情，走上前去捡起两人的战利品保住。刚才的一战可谓是手段尽出，虽然赢了，但他心里却没有丝毫喜悦。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没有真正的杀死两人，接下来他肯定会面对他们无穷无尽的报复。不过无所谓了，成长的路上哪会没有敌人？而且现在只是在游戏中，他们对自己的威胁只在现实。等到游戏降临的那一天，自己早就已经完成成长起来了。就在刘一还在思索时，身后突然传来一股浓浓的危机。刘一急速后撤，转头看去，鸣蛇竟在盯着自己。刘一暗叫一声糟糕，刚才忘记计算时间了。不过紧接着，鸣蛇就掉头离开了。刘一这才想起来，是自己刚才打碎了如雷的瓶子，才让对方放过了自己。不过接下来的20分钟内，自己必须抓紧完成任务，否则下一个死的就会是自己。话说刘一为了赶时间，3步并作2步半朝着研究室跑去。终于在鸣蛇出现之前，他找到了培养槽，只要将手中的原质放入其中，就可以完成任务。但就在刘一准备放的时候，他突然犹豫了。从进入研究室开始，他就发现自己一个活物都没见过。刘一清晰的记得当初完美攻略恶作剧玩偶秘境的时候，那里也是一个活物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任务极有可能是玩偶自己发布出来戏耍玩家的。想到这里，刘一的脑袋突然微微一炸。同样是特殊秘境，同样只有一个活物，那么任务会不会也同样是唯一生物发布出来的？当初的恶作剧玩偶任务表面上看是戏耍玩家，实际上完美攻略是在满足玩偶的心愿。难不成完美攻略特殊秘境的密码是满足唯一生物的心愿？刘一细思极恐。鸣蛇从一开始明明有团灭所有人的能力，但是每次他都象征性让队伍折员然后离开，很明显这是他的戏耍。那么他的心愿是什么呢？原质放入培养槽能孵化出什么？是一条母蛇的陪伴，还是说对方为了离开这里培养一个自己的替代品？短短的一瞬间，刘一的脑海思绪万千。尽管他的猜测十分大胆，但并不排除有这种可能。现在想要验证这个想法，只能等待鸣蛇出现。如果对方不敢进入研究所，那么自己的推断全部都是错的。如果不是，那么到时候鸣蛇想要干掉自己时，自己就立马将原质放入培养槽完成任务。要是不能，那么刘一就尝试获取御魂词条勾引对方离开。说起御魂词条，这简直就是为欧皇定制的，它源自于词条宝珠。当初还没进入秘境的时候，刘一在装备店中无意发现了这个东西。词条宝珠上有99条不同的增益属性，玩家使用时可随即获取其中一条，而其中最为变态的就是御魂这个效果，它可将怪物附着到自己的武器之上，但是想要获得只有1%的机会。刘一可不相信自己就是那个真命天子，不过该试的还得试一下。就在这时，研究所门外突然传来轰隆声，刘一心头一震，果然来了，接下来就该到了验证的时候。
鸣蛇刚刚出现，刘一就打算出去看看，但紧接着他又停下了脚步。谁也不知道鸣蛇现在是故意不进来，还是真的不进来。与其冒险出去查看，不如静待片刻看看情况，至少能够磨光对方的耐心。就这样，30分钟过去了，刘一朝着门外走去。此时鸣蛇不停在周围蠕动，周围被他搞成了一片废墟，似乎是感受到了刘一的气息。鸣蛇死死盯着入口，这一条颤抖的腿迈了出来，抖腿战神正式登场。刘一抬头看向对方，一人一蛇相互对视。刘一眉头紧锁，该死，我和他怎么沟通啊？突然脑海里传来一道声音，为什么不去完成任务？刘一心头狂震，对方居然主动和自己沟通。刘一强装镇定，笑嘻嘻地说道：因为我觉得你是想离开这里。此话一出，宛如平地惊雷，鸣蛇的尾巴啪啪啪，地面被震得咔咔咔。刘一惊呆了，鸣蛇简简单单的一击就把面前的树林夷为了平地，这种程度的战斗力根本不是玩家可以对付。这时鸣蛇垂下头来质问刘一是否有办法。刘一额头冒汗，自己果然猜对了，他一脸认真的说道：有，但需要你跟随我，任我做你的主人。刘一承认他有赌的成分，如果对方不答应，他就立马掉头完成任务，如果答应，自己就尝试抽取词条，争取一发入魂。鸣蛇缓缓抬起头，声音逐渐变得冷漠，你觉着你有资格吗？鸣蛇双目血红，一股饱含杀意的威严直逼刘一而去，莫名升起的恐惧感让刘一不自觉的后撤一步。我承认我没有资格，但这是唯一的机会。刘一嘴上这样说，但是心里却是慌了，眼下的情况十分不妙，看来自己得先溜了。就在刘一准备掉头就跑的时候，系统通知突然弹出，鸣蛇要认你为主人，是否愿意？见此一幕，刘一心中狂喜，还没扭过身子，就立马选择了同意。你已成为鸣蛇的主人，在本秘境中，你可以随意差遣对方，如想带他离开，需掌握御魂。与此同时，鸣蛇的属性面板也出现了在了刘一的眼前，等级天灾，属性变态。面板上的技能除了幻音、音波冲击、大地之颤、大地之灵、包罗万象5个之外，还有6个点的省略号。有了这种比变态还要变态的宠物加持，刘一就如同拿到了篮球的鸡。握着手中的词条宝珠，刘一内心止不住的颤抖。接下来就看你的了，成败在此一举，欧皇赶快附体。只有1%的成功概率，刘一只能赌上一把。在鸣蛇刚刚认主的那一刻，秘境之前的任务就消失了，所以说现在他只能获得御魂，否则就得承受鸣蛇施主的愤怒。看着词条宝珠上密密麻麻的文字，他多么希望简介上能把随机2个字去掉。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自己就不用去赌了。就在刘一脑海中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系统突然弹出提示，是否发动算力权限，修改词条宝珠规则。刘一膀胱一震，仿佛是看到了篮球的鸡，不管眼前的是什么，先点了确认再说。耀眼的光芒自宝珠倾射而出，刘一的下巴快要惊掉了，面前的鸣蛇也似乎感受到了什么，脑袋微微一颤。词条宝珠改，可为50级以上装备指定附加一下词条。刘一此时已经看不下去了，因为清晰的看到随机2个字已经消失了，增加御魂。刘一没有犹豫，直接喊出口，下一秒钟白手枪上立马增加了一条御魂属性。刘一欣喜若狂，真他喵的太爽了！压住心头的激动，刘一将手枪对准了鸣蛇，来吧，跟我一起出去！恭喜完美攻略失控的研发品，奖励10%算力权限，秘境结算中，成就攻略绝境的使命触发，奖励乘以10，结算完成，等级57，一场秘境连升7级。刘一的属性也迎来了爆炸式增长，不过更加变态的是，他将鸣蛇附着到了手枪上，除了可以召唤对方本体之外，还能将鸣蛇附身到自己体内，并获得对方10%到50%的全属性和技能。刘一满脸兴奋，但系统提升声还未结束，检测到玩家获得算力权限超过5%，玩家获得技能架构，可以利用算力修改游戏规则，持续时间11秒，冷却时间随难度而定。好家伙，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游戏海克斯！失控区郊外，天空乌云密布，抖腿战神脚踏雷霆走了出来。碰上这种牛欢喜男人，天地都为之变色。漫天的乌云打开一道缺口，阳光照射在刘一身上，让他那翘起的嘴角更加熠熠生辉。接下来该回去了，距离原界降临现实还有17天。刘一在完美攻略秘境后便回到了现实中，连续数天的高强度攻略让他的身体有些吃不消。好在结局是美好的，现在距离60级目标只剩下了3级，而且还收获了鸣蛇这样的顶级怪物。一想到这，刘一便想要去奖励一下自己的二弟。来到妹妹闺蜜的房间门口，刘一正欲敲门，妹妹的声音就从里面传来：好大呀，念初，你是怎么发育的？快让我先帮哥哥验火。刘一呆滞了2.5秒，随后机械地转过身去。算了，还是下次吧。刘一回到房间，再次进入了游戏。反正没有事情可做，刘一决定先去升级一下自己的装备。有了算力权限，自己的装备说不定可以突破60级限制。就在这时，一条消息弹了出来：等级没有清零，看来你已经攻略那个秘境，这是欠你的报酬。刘一一脸疑惑，热气腾腾居然还给自己打钱，有空吗？找个地方坐一下，让我向你表达歉意。果然是大丈夫能伸能屈，小女子大开大合。热气腾腾的城府实在是太深了，作为损失最大的一方，哪怕是撕破脸皮也要和赢家交好。不过事出反常必有妖，刘一并不打算和他深交下去，直接委婉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光关闭了聊天框。紧接着又收到一条消息，打开一看，是自己妹妹发来的。原来他们早获得了禁令，妹妹是风镜，契合武器是巨斧，念出是柔镜，契合武器是双刀。妹妹告诉刘一，他们现在正在镜像秘境练级。刘一抱着好奇的态度前往秘境镜像。此时大厅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玩家们都在谈论着一个叫做后花园的工会。刘一从众人口中了解到，这个叫做后花园的工会似乎人品不太好，凡是出言不逊或者得罪过他们的玩家，他们都会想办法困住对方，让其没法继续体验游戏。这时一阵热
热闹的叫喊声引起了刘一的注意，转头看去，只见镜像屏幕上显示着2名玩家胜利的消息，而他们正是自己的妹妹和念初。此时妹妹和念初已是30多级的玩家了，除了盛世美颜之外，他们还拥有超高的实力。镜像大厅里的大多数屌丝都是他们的舔狗。刘一被这一幕给惊到了，谁料更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妹妹一脸笑意的说道：“谢谢大家的赞美，不过还是要说话算数，赢得人分我一半，自觉大方。”好家伙，居然还开了盘口，还真是几日不日，让人刮目相看了。宠妹狂魔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成了国民大九哥。几日不见，妹妹的成长速度太快了，不仅等级提升到了31级，身边还有一群舔狗护法，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颜值即正义吗？刘一呆呆的看着妹妹装13，一旁的小嘎嘎还以为刘一和他是同一品种的舔狗。就在他调侃刘一的时候，阿韵看到了自己的哥哥，他从人群中走出，径直的朝着哥哥的方向走去。当看到对方来到刘一身前，白毛小嘎嘎顿时惊掉了下来。不仅是他，其他的小嘎嘎们也都是一脸诧异，女神为什么要走到他面前？他们是什么关系？刘一搞不懂妹妹想干嘛。这时阿韵调皮一笑，直接扑进了刘一怀中。这一幕除了让小嘎嘎们惊讶之外，更多的是让他们燃起了白菜被猪拱的怒。这个混蛋是谁？竟敢玷污女神！别以为隐藏名字就找不到他，大家一起上，宰了他！但下一秒，阿韵的一声哥哥让众多小嘎嘎当场石化。卧槽，这是大舅哥呀！与此同时，2个躲在暗处的人影正死死地盯着这一幕，其中一人更是咒骂着撕扯墙壁。2个小贱人给脸不要脸，既然不合作，就给我将他围住。此人正是臭名昭著的后花园公会鬼力。阿韵在抱着刘一的同时，也看到了暗处的鬼力。嘿嘿，你们总算来了！原来后花园公会的鬼力一直在拉拢阿韵和念初2人，希望他们配合自己打假赛赚钱。不过阿韵和念初一直没鸟对方，这才让他们起了歹念。可他们打错了算盘，竟敢当着挂壁的面欺负他的妹妹。鬼力带着众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小嘎嘎们也是一脸的惊恐。鬼力的小弟摆开阵型，将3人围住。刘一眼神一冷，将妹妹和念初挡在身后。然而这次不等他开口，妹妹抓住了他的2臂。哥，放心吧，我能自己解决。阿韵淡定地走到鬼力身前，此时鬼力还在猖狂地叫嚣，但阿韵根本不鸟他。鬼力下令将其围住，并怒喝众人不要多管闲事。小嘎嘎们不敢得罪后花园公会，都往后撤了一步。这时阿韵突然眼含泪花，可怜巴巴的用夹子音说道：“你们不要管我呀，我能自己解决好的。”刘一直接被惊掉了下巴，这还是我那个异父异母的亲妹妹吗？然而更震惊的还在后面，念初也开始戏精附体。阿韵，你为什么不说出来？他们对付我们是因为我们拒绝打假赛，坑害大家的钱，难道你是圣母吗？一看身边的这群人根本没人在乎我们。刘一被惊得梅开二度，这还真是一对极品姐妹花，3言2语就爬上了道德的制高点。果然，念初的话刚说完，小嘎嘎们就动摇了。鬼力见没人敢动，继续叫嚣：“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后花园的威名可不是你们几句话就能动摇的。他们动我，就是在动后花园。”然而这次鬼力的话像是一根导火索，直接点燃了小嘎嘎们的怒火。兄弟们，我们只是玩个游戏，也要看女神被人欺负吗？而且女神可是为了我们啊，我们还是男人吗？鬼力一脸惊讶，他是万万没想到，一群小嘎嘎也敢支棱起来。突然人群中一个小嘎嘎大叫起来：“我们的大舅哥可是在这里呢，不好好表现哪有脸见他？汪汪队集合，给我上！”刘一这次彻底傻了。阿韵嘴角一翘，嘿嘿，后花园公会是吧？老娘的汪汪队可不是好惹的。哥哥手上一条蛇，妹妹身后一群狗，这波属实是虎兄无犬妹啊！妹妹阿韵和闺蜜念初2人戏精附体，一路翻山越岭，爬上了道德的制高点，成功煽动了身后的舔狗骑士团。小嘎嘎们化身为爱冲锋的勇士，瞬间淹没了后花园公会。鬼力一脸的不可置信，什么时候土狗也敢站起来撒尿了？鬼力叫嚣底气十足，但仍旧还是无能狂怒，威胁声音变成了骚动人潮的践踏声。远处的刘一已经看傻了，在变强的道路上，自己变成了一条独狼，而妹妹却成了狗王。事后刘一找到妹妹询问这件事的全过程，阿韵解释说，其实她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要真的对付鬼力，完全可以将他引到小树林干掉。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镜像秘境里的玩家们仍旧会受到后花园的欺压。当初他和念初刚来这里的时候，受到了很多普通玩家的照顾，所以这次他们想力所能及的回报一下大家。在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后，阿韵发现后花园虽然控制着镜像秘境，但只要普通玩家团结起来，就不会受到他们的压迫。可气的是，大家根本不团结，所以这次才借着和鬼力的矛盾尝试凝聚大家。汪汪队这次算是立大功了，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后花园的报复，只要加深团结的力度，相信一定可以趁机赶走他们。听着妹妹的话，刘一露出了老父亲的笑容，本来还想着在游戏中带妹升级，看来是自己想多了。没有自己的带领，妹妹依旧玩得很好。小嘎嘎们虽然不是最强，但如果妹妹真的能够将他们凝聚起来，在未来也是一个极大的保障。看到妹妹能成长到这一步，刘一十分欣慰。与此同时，后花园公会的小嘎嘎们正在迅速集结，他们动作整齐划一，步伐铿锵有力，摆开阵列围在镜像秘境门口。这时刘一从镜像秘境入口走出，他先是一惊，随后淡淡一笑，算了，妹妹的事情就让她自己解决吧，只要阿韵能带领大家解决这次危机，相信她的人气一定会达到巅峰。一想到这，刘一扭头准备就走，突然远处的人群里传来一声怒喝，从秘境里出来的玩家有一个杀一个，全都不许放过。下一秒，3名小嘎嘎急速朝着刘一跑来，居然敢无视我们傻宝3兄弟，耐命来！刘一一脸懵逼，好家伙，刚想着放过你们，你们居然抢着来送人头。
阿运此时还不知道后花园正在千里送人头，他准备让念初回去把家族的工会人叫来支援自己则前去和对方谈判。然而刚走到入口，就听到白毛小嘎嘎的惊恐的喊道：“快来看啊，大舅哥杀疯了！”阿运被搞得莫名其妙，他走上前去查看，下一秒，众人全都目瞪口呆，上百枚战利品宝珠像是胚胎一样漂浮在半空。哥哥成了逼王，拿到了100多个战利品宝珠，而妹妹却成了狗王，只收服了100多条天狗。与这对阎王兄妹相比，后花园工会的小嘎嘎可就惨多了，给敌人送了100多个人头，还都是40多级的精壮。这种损失让忍者神龟来了都忍不了。但后花园的会长园丁却不走寻常路，传闻游戏中有4大高手，分别是白手、青手、玄手，还有一个从未出场的猪手。而后花园的会长就是4大高手中的玄手。会里死了100多号人，他不怒反笑，而且还十分体恤下属的表示这次算了，带头的就自杀把等级清零，然后在家面壁思过20天就可以了。小嘎嘎顿时感动的痛哭流泪，终于不用继续996了，没了等级算什么，大不了重头再来。然而他不知道，游戏降临限时仅剩下17天，那个时候他连等级都没有，吃屎都赶不上热的。选手从手下口中了解到，刘一最近经常和新秩序的人厮混在一起，这倒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新秩序属于猪手的人，这让选手误以为刘一也是他们的人。尽管4大高手有着互不攻击的约定，但并不妨碍有人动了歪心思。崩坏区可谓是法外之地，当初4大高手并未明确这里不可以进行互殴，现在只要对方敢进入那里，那么新账旧账就一起算，甚至是猪手也被他列入了黑名单。不仅是他，白手和青手也是同样的想法。刘一并不知道他们的算计，此时他刚从热闹的人群中逃出来，尽管击杀100多人费了不少力气，但好在宝珠拿到了不少，将其分解之后又是一笔意外财富。就在他欢呼雀跃准备前往装备店时，拐角处突然冒出一道声音：“真不打算聊一聊吗？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算力权限的秘密吗？”在看到热气腾腾的那一刻，刘一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两人来到一处茶吧，热气腾腾开门见山表示自己之所以执着于获取算力权限，是因为那是前往崩坏区的护身凭证。听到对方提到崩坏区，刘一也是眉头紧锁。他记得在前世游戏降临之前，有几大工会联合组织过一次探索崩坏区的活动，而那次活动无人生还。从那起，崩坏区的威名就传了出来。热气腾腾告诉刘一，崩坏区存在着控制游戏的权柄。这句话瞬间引起了刘一的兴趣，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认为对方十分可笑，因为这种机密的信息，任何人都不会轻易说出口。但他太小看了热气腾腾，两个人的心眼子加起来可能有800，但对方绝对占了401。刚才的话是真的，但热气腾腾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告诉刘一，而是要从刘一的面部表情中猜出对方到底了解了多少。刘一的表情没有逃过热气腾腾的眼睛，他表示，既然大家都知道一部分真相，那就没必要遮遮掩掩。他希望刘一能够加入自己，和他一起去争夺那个权柄。刘一笑了，这可是对方的第2次邀请了，他可是清楚的记得，上次对方还想杀掉自己完美攻略秘境，但热气腾腾却表示这次不一样，想要进入崩坏区，身上至少有5%的算力权限，所以他的这个团队最多只有3至4人。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自己能够获取算力权限。热气腾腾表示，接下来他准备去市控区寻找算力权限，这段时间就让刘一好好考虑一下。另外，他告诉刘一，要是真想害他的话，他会选择去市控区，而不是至今无人踏足的崩坏区。热气腾腾离开了，刘一陷入沉思。前世他了解的太少了，崩坏区真的是无人生还，还是说那些人找到了权柄，从而控制了游戏？刘一想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暂时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他的目标就是保全实力，静静等待游戏降临。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让他的信念彻底发生了动摇。一口气打开100个抽奖宝珠，尽管全是垃圾，但是分解下来能获得3万多点秘境精华。刘一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秘境精华，50级以后的装备可以增加词条，而且每提升10级，词条的数量加1，这就需要大量的秘境精华才支撑。刘一含泪分解了后花园工会送来的100个秘境精华，直接开始强化装备：均衡手神头巾、手神项链、极端智慧之极型特战服、极端智慧之冰丝特种内衫、极端智慧之极型特战靴、极端智慧之轻盈特战手套、智慧之全之耳环套装、极端智慧灰烬、极端智慧之弧光刀、极端智慧之钟摆手枪，全身装备升到了60级。刘一的属性再次有了增长。系统提示：检测到智力属性达到1万，智力全属性比加1，获得技能实力凝聚，可在10秒内恢复50%的实质力，冷却1小时。好家伙，一共8个技能，全他喵的是 bug。看到自己的属性，刘一差点把自己感动哭了。前世的他唯唯诺诺，今生的他重拳出击。装备已经升级完毕，接下来就该到了添加词条的时候。架构：修改词条宝珠随机词条为指定词条，修改成功，持续11秒，冷却2小时，冷却重置，未知技能无法重置。系统总算是当一回人了。刘一这小子竟然想在 bug 里卡 bug， 好在游戏还算公平，没有让这个霸中霸成立。刘一握着词条宝珠一脸愁容，竟然无法使用冷却重置，这就意味着他想全身加满词条，至少需要2天2夜的时间。刘一的这次词条选择了冷却技能，并将其附加到了手枪上。做完这些，他决定先去组队练级。然而更让他崩溃的是，组队广场里竟没有一个队伍符合他的等级。进入秘境，玩家的平均等级不得超过10级，而此时大部分的普通玩家才到40级左右，自己57级根本没有符合的队伍。难道说真的要去和热气腾腾合作吗？只是这样太危险了，哪怕是对方没有敌意，崩坏区仍旧是个未知领域，要是自己多一条命就好了。刘一陷入一阵烦躁，突然他脑袋微微一炸，免疫死亡。对了，前世他可是记得有一个叫做回溯宝珠的物品，它可以记录玩家数据，让其获得1次重生。想要获得这枚珠子，就要登上高塔秘境巅峰。高塔一共有21层，每一层都会生成一
一个守关者。高塔存在的目的是在于检测玩家的综合水平，玩家必须一口气从第1层挑战，期间不可以休息，不可以恢复，且只有一次性攻略到21层的玩家才能获得奖励，也就是回溯宝珠。目前排名最高的也不过是才是13层，分别是53级的白夜和53级的恶天。高塔每8小时开启一次，玩家进入时需缴纳秘境精华，挑战失败，秘境精华则被回收，玩家没有死亡惩罚。今天是白夜和恶天再次挑战高塔日子，为此所有的玩家停止挑战，将位置让了出来，大家纷纷开盘口下赌注。这时刘毅缓缓走到了台上，这下不仅是小嘎嘎们，就连白夜和恶天两人也是一阵惊讶，毕竟他是一个生面孔。不过这番勇气也得到了两人的认可，恶天还热情地和他打着招呼。对于这两个人，刘一还是有些印象的。前世中他们是排行第6和第7的高手，也是第一批获得回溯宝珠的玩家。随着比赛开始，3人被传送进了高塔之中。此时远处一对活宝突然看见了刘一的身影，两人默契地看了对方一眼，随后急速奔跑起来。大舅哥保驾护航，这把还不得赚妈了！固定底盘，买定离手，快来下注！没错，两人正是之前刘一在镜像秘境时靠着开盘口赚得盆满钵满的赌徒两兄弟。此时刘一已经进入了高塔之中，所有技能冷却重置，状态恢复，唯独算力权限受到位置干扰，剩余1小时20分钟的冷却。刘一将所有的秘境精华压了上去，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57级的守关者，一阶防御专精，无属性专属技能。刘一缓缓将手放在了背后的刀柄上，接下来就该到了秀操作的时刻了。一刀嘎崩脆，2刀见祖宗。小嘎嘎们避之如虎的试炼高塔，在刘一的眼里简直弱爆了。一阶防御专精也不过如此。而就在刘一通关第1层时候，白夜和恶天已经通关到第3层了，并非高塔容易挑战，而是他们3人实力太强。而且高塔每7层是一个坎，至今除了白夜和恶天，普通玩家还没人通关第7层。所以这次的盘口，白夜和恶天才是热门。除了傻宝两兄弟，很少有人压刘一能拿到第1。高塔内，刘一到一个小朋友，很快他就把体质专精、敏捷专精、智力专精还有感知专精干掉，毫发无损的来到第7层。刘一一度怀疑高塔的难度被人神化了，是因为自己等级高才这么轻松，还是因为守关者是根据挑战者的属性而设置的？刘一的属性以智力为主，智力在没有尽力配合的情况下，就如同丢掉了篮球的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可就太棒了。即便第7层的守关者是全属性专精，他的属性最多多出自己1倍，即使算上属性破百带来的权重加成，对方属性实际带来的效果也不过和拥有高维战士称号的自己持平。7层 BOSS 仍旧是拿不到篮球的鸡。搞明白了高塔的规律，刘一的闯关速度也加快了。这一幕让场外的小嘎嘎们也都惊呼起来，难不成这个新面孔要超过白夜和恶天？这时人群中一个董弟突然站了出来，都嚷嚷什么呢？打到第7层不是很正常吗？我们这里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到达第7层，关键是如何对付第7层的 BOSS。在属性全年压制的情况下，除非是大公会的核心成员，否则绝对不可能通关第7层。很明显，刚才那个新人小嘎嘎和我们是一路货色，根本不可能通过第7层。然而他的话才刚说完，大屏幕上刘一名字后的数字就变成了8。董弟小嘎嘎被害得目瞪口呆，他喵的打脸怎么来得这么快？话说刘一迈过了7层分水岭，来到第8层，2阶敏捷专精，无属性专属技能守关者，尽管是没技能的白板，但他的速度却是奇快。刘一大意了没有闪，白白挨了一刀，但紧接着他就发动了囚禁技能，来了一招回手掏。守关者记了，刘一开始分析起来。过了7层之后，守关者的属性明显翻了1倍，按照这个规律，通关了第14层还会再翻1倍，这要是一般玩家还真不容易通关。可是老子是挂逼，在不使用祝福效果的情况下，刘一也就只感觉到了一点点压力而已。很快他的排名就和白夜恶天追平，这一幕直接引起了众多小嘎嘎的猜测，刘一是谁？为什么没有任何工会背景也能和白夜恶天齐名？见众人开始吹捧刘一，董弟当场不乐意了。别看现在他能追上白夜恶天的进度，但作为工会的核心，闲散玩家想要赶超那是绝对不可能。这一下直接激怒了身边的小嘎嘎们，你他喵的指桑骂谁呢？你不一样也是闲散玩家吗？谁料董弟直接拿出一枚勋章开始无形装逼，我和你们可不一样，我可是拿到了阁楼工会的门票。与此同时，高塔14层内，恶天紧握双拳疯狂输出，整座试炼场已是劣迹斑斑，他已经在14层失败了7次了。作为一根筋的男人，他今天一定要战胜自己。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4层的 BOSS 被干掉了。看着大屏幕上成功通关的消息，男人哭了，被自己的实力感动哭了。就在恶天名字后面的数字变为15的时候，董弟又开始嚣张了。这次周围的小嘎嘎都有些看不下去，别人装叉都是一套一套的，这个家伙居然是一波一波的。然而帅不过3秒，刘一也登上了15层，董弟无语了，装了2次叉，被打了2次脸，看来下次得小心一点。但是如果他们看到试炼场里的画面，估计他就不会有这种想法。和恶天相比，刘一的战斗十分轻松，仅是单纯的使用了1层叠加属性就顺利通关，这种程度的 BOSS 根本让他提不起任何兴趣。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当初自己压了所有的秘境精华，在这一刻终于看到收获了。刘一细算了一下，如果这次他能顺利挑战到21层，获得的秘境精华大约有30万。有了这些精华，哪怕是内裤也能打造成24K 金的。另一边，恶天在通关了14层后，自己的血量只剩下了30%，但他并不担心，他的暴进选择的方向是自损爆发，血量越少伤害越高。如今的状态，他很十分自信可以多闯机关，甚至他一度以为自己是高塔第1人。来到15层，恶天有些懵了，这里的守关者不仅属性破千，还拥有多个技能。他迅速摆好战斗姿态，既然自诩为高塔第1人，那就绝对不能怂，即便失败也是酣畅淋漓的战斗之后，恶天急速冲向对方，但仅是1秒，系统就发来了提示：您已死亡，高塔历练失败。
小嘎嘎们全都是目瞪口呆，不可置信。要知道15层的守关者全身都是科技与狠活呀，尤其是自带的技能，简直就是 bug 中的 bug。刘毅挑战的是3阶体质专精，对方拥有一个消耗5%血量，10秒内回复20%血量的技能，而且还是无冷却，就连程咬金看了都得流着泪走。更让刘毅郁闷的是，技能显示栏上明明写着可打断，自己持续进攻了2分半钟，仍旧无法阻止对方回血，难不成是需要特殊条件？如今时间只剩2分半，靠自己现在的属性砍死对方显然不可能。刘一消耗2000时之力，发动强力祝福。和刘一一样，白夜那边的战斗也不好受。尽管他是近乎无损状态进入了15层，但看到对方的技能时，多少有些生无可恋。攻击力爆发，下次攻击翻倍，下次攻击削弱1半，无消耗，无冷却，这他喵的简直就是刀刀必杀。白夜孤注一掷冲向对方。与此同时，刘一在耗费了大量力气后，顺利击杀了15层守关者。原来想要打断对方的技能，就需要在1秒内连续击中对方3次。要不是自己开启了强力祝福，这次还真的不一定能通关。不过这也让刘毅明白了一个规律，只要属性破千，玩家就可以领悟一个 bug 技能。看来以后不能只加智力了，争取将全属性都搞到1000以上。就在这时，系统发来提示：3阶体质专精解决，权重比奖励，体质加1。刘毅心头一惊，居然还有权重比奖励，就是不知道高塔能不能重复挑战。如果可以，岂不是可以无限卡了？就在刘一进入16层的时候，场外的小嘎嘎们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大厅里嘈杂声一片，此时董帝的脸像是便秘了一样难看。突然，白夜名字后面的数字也变为了16。董帝刚要支棱一波，下一秒数字变黑，挑战失败。小嘎嘎们彻底惊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白夜的确打败了15层的守关者，但获胜之后他的血量仅剩530。他本以为就此止步16层，结果看到对方是一个智力专精的守关者时，顿时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笑容。在他看来，智力专精是最容易击杀的。他一马当先，冲向对方，不到40米的长刀猛然砍向对方，但守关者仅是虎躯一颤就轻松躲过。下一秒，风镜覆盖，闪避击打，每消耗1点实质力增加50攻击，每次近距离闪避都能进行一次100%命中的攻击。白夜至死都没想到，对方一个智力专精居然会使用敏捷系的技能，果然是智力配劲力，狠活无极限。只是挑战个高塔，竟然被 NPC 脱光了衣服。刘毅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想装波13，就差点玩脱肛了。进入16层，刘毅遇到的守关者是感知专精，他可以提前1秒预判一次必死危机，并无代价规避一次。看到这个技能，刘毅眼馋了，这么好的 bug 技能简直太适用自己了。看来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主加感知属性，不过当前还是先解决对方。刘一急速冲了上去，对方的反应的确比马大师快，但是他遇到的可是挂逼刘一，脑子快但身子不快，就像是拿不到篮球的鸡，你仍旧成不了坤。在高维战士称号效果加持下，刘一的速度本就快了对方1倍，如今他只要稍微使用一些实质力，便可以完全碾压对方，拿到了16层的奖励。刘一进入17层。与此同时，在高塔复活点，白夜和鄂天2个难兄难弟正在交换信息。鄂天告诉对方，自己实在太倒霉了，居然遇到了专属技能叠加。当时他对战的是3阶防御专精守关者，后来他才明白，拥有了防御专精就等于拥有了力量专精和体质专精，也就是说，那个守关者可以拥有3个专属技能。防御专属技能是壁垒，看似是一个防御性技能，但只要和力量专属技能攻击力爆发叠加，它就能让敌方处于无防御状态，也就是全身装备玻璃。此时在17层高塔，刘一遇到的就是鄂天口中的防御专精守关者，他只看到了对方有3个技能，却并不知道对方的技能可以叠加。刚赢了2场，刘一十分自信，这次他打算先不用技能去试探一下对方。刘一脚底发力，快速使袭向对方，武器相交的瞬间，对方直接发动了叠加技能，壁垒与攻击爆发，获得负面属性，您的装备全被缴械。刘一还没反应过来，自己的装备就被脱了个精光。千钧一发之际，刘一发动状态凝固，赤手空拳挡住对方致命的一刀。然而就在这时，守关者再次发动叠加技能，壁垒与血量兑换，获得负面状态，您的血量远低于守关者，血量扣除99.99%，血量将会在状态凝固解除后扣除。敢在挂逼王面前用挂，简直就是班门弄斧。眼看自己就要玩脱肛了，刘一怒喝一声，发动祝福技能，3条负面效果瞬间清除。刘一将生劲覆盖到武器之上，猛然劈出一刀，刀锋裹挟着王霸之气，一路摧枯拉朽。守关者承受了近3万点伤害，血量还剩1/4。原来他是发动了壁垒技能，让其10秒内伤害减免75%。然而这对逼王来说根本不算事，就如同烧烤办事一个道理，一次不行就多来几次。17层的守关者记了，但刘一这次却是手段尽出，配合着冷却重置技能，状态凝固他只能再使用一次。刘一心想，实在不行就找冥蛇帮忙。然而当他拿起钟摆手枪时，整个人都傻了，御魂词条居然变成了灰色。系统提示未完成冥蛇心愿，对方拒绝服从。刘一心态都要崩了，不是已经带他出来了，难道还他喵的得给他找条母蛇玩玩？这时18层的守关者已经出现了，智力专精，只有一个专属技能。刘一松了一口气，好在对方不是3技能的变态。然而这次他想错了，之前在复活室，白夜曾说过，他遇到的就是智力专精，而且还是拥有劲力的守关者。按理说这里的 NPC 是不可能携带劲力的，或许是智力太高让其拥有了人工智能，直接领悟了劲力。白夜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事实就摆在那里。此时刘一正持刀冲向守关者，在他看来，对方只有一个技能，是不会发动叠加技能的。就在他长刀袭向对方之时，守关者竟然发动了祝福全属性强化，
此技能一出，刘毅心头狂震，但对方的刀气已逼身前，冷却重置，状态凝固。若非反应及时，刚才那一刀自己就已经记了。刘毅满脸震惊，对方明明没有显示会祝福技能，为什么能使用出来？难道说对方也拥有劲力，而且还是和自己一样的劲力？但比起搞清楚这些，刘毅此刻更需要的是干掉对方。硬邦邦的手枪从裤裆里掏出来，全属性强化，钟摆判定，生境覆盖，3层状态叠加在一起，刘毅射出了无比霸道的一发子弹，砰的一声，子弹打在对方脑门，却毫发无损。状态凝固，对方居然会状态凝固，自己的技能对方居然全都会。这时守关者身上金光乍现，冷却重置，祝福。守关者的长刀如雨点般落在刘毅身上，此时他的状态凝固时间只剩下5秒。明蛇不帮忙还有什么办法？刘毅眉头紧锁，下定决心，本着有福独享，有难同样的原则，他打开了装备销毁栏。明蛇，如果你还不打算帮我，老子就把你毁了。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明蛇没有任何反应。刘毅气得咬牙切齿，好，这是你的选择，你这辈子都别想碰小母蛇了。就在刘毅马上按下销毁按钮时，明蛇发话了，我需要等价交换，我帮你，你也要帮我。状态凝固结束，守关者的长刀猛劈下来，刘毅此时也顾不得对方是什么要求，当即答应下来。一道金色的屏障将他护住，长刀劈在上面，瞬间将守关者震飞出去。下一秒，一条巨大的金色水影拔地而起，将刘毅牢牢地护在其中。冥蛇赐福，全属性增加5000，天灾级生物领域开启，所有天灾级以下生物全属性降低30%，祸乱级降低60%，危险级降低90%。抖腿战神再次制冷起来，18层守关者被害得愣在原地。受到你武器质量限制，短时间内我对你的帮助只能给你3个技能和领域笼罩，这对刘毅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快速冲向对方，长刀裹挟着冥蛇之力横斩而至。守关者持刀格挡，但自己的武器在刘毅面前如切豆腐般丝滑。危急时刻，守关者发动状态凝固，这才避免被刘毅秒杀。此时刘毅的眼睛瞳孔泛黄，已经化为了一对蛇眼。在天灾领域的笼罩下，对方弱了不是一星半点。在他的眼里，守关者现在就是一坨大便。看来我要提前和你说再见了。状态凝固还剩5秒、3秒、1秒。当凌厉地刀光划破对方的身体，系统的奖励随之而来，4项属性全中比+1。与此同时，白夜和恶天两人在复活室聊了半天后，打算回到玩家大厅，甚至他们以为自己的取得的成绩已是天花板级别了。两人自信满满踏出复活室，准备迎接小嘎嘎们的仰慕。可下一秒，两人只感觉风吹蛋蛋毛飞扬，全场的小嘎嘎嘈杂声一片，结果无一人看向他俩。两人备受打击，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人关注我们？白夜抬头看去，下一秒就被惊掉了下巴。恶天一度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只见大屏幕上刘毅已经显示闯到了19层。那个新人该不是游戏公司的亲儿子吧？人怕出明珠怕撞，刘毅才刚刚击败18层守关者，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小嘎嘎们议论纷纷，对刘一这个没有背景没有工会的新人十分感兴趣。听到刘一的名字，一个白毛小嘎嘎也凑上前来，你们可是说的刘一？那可是我们秘境空间的国民大舅哥呀！此时高塔大厅里，在小嘎嘎们的惊呼声中，刘一已经踏入了20层。白夜和恶天两人已是害得说不出话，这他喵的还是人吗？这绝对是假象！假象！对，不信谣不传谣。就在两人歇斯底里的时候，董弟悄悄冒了出来，谁说我们闲散玩家没有高手？你们不行，可不代表我们刘一不行啊！果然是墙头上最绿的那棵草，之前还公然支持白夜恶天，转过头就吹捧起了刘一。幸亏此人没有装逼系统，要不然他就直接上位当主角了。突然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呼，快看，刘一进入21层了！小嘎嘎们顿时被害得长大了嘴巴。妖兽啊，这个刘一到底是什么来头？那可是我们镜像秘境全体玩家的大舅哥呀！白毛小嘎嘎此时突然出现在了人群之中，什么情况？你这瓜宝不保输！白毛小嘎嘎拿出刘一妹妹的私密照，不信你们看。照片一出，小嘎嘎们当场不乐意了，你这是说的什么屌话？什么你们镜像秘境的大舅哥？这他喵的简直就是全体原界玩家的大舅哥呀！大舅哥，大舅哥！小嘎嘎们的欢呼声一浪接着一浪。此时在高塔内，刘一使用了最后一个技能实力凝聚，尽管他的状态已经全部恢复，但现在的他已经没有技能可用。21层的守关者不仅有6个 buff 技能可以随意叠加，同时还是一名拥有劲力的满状态buff。刘一看着之前获得的奖励，暗自推算，21层的最终奖励除了回速宝珠之外，应该还有30多万秘境精华和全属性全中比+2。这个奖励实在太诱人了，只要刘一能够顺利通关，就能实现质的飞跃。所以这场战斗，刘一必须要赢。想要逆风翻盘，先要学好数学。你们别害臊，我们王者出击！在使用了冥蛇赐福之后，刘一的全属性增加5000，但是冥蛇告诉他这次的威慑只削弱了对方30%的属性。刘一的 CPU 疯狂运转，他开始分析当前的局势。目前他最依赖的就是祝福，所有一切的强化都围绕这个技能进行。他相信21层的守关者一定和他一样，8倍的属性值，再加上全中比的加持，对方的实质力有52000多，即使经过冥蛇的威慑削弱，仍旧有36400多点，而自己在冥蛇的加持下，只有33000多实质力。两人同时使用全属性强化，对方可以增加18200全属性，而自己只有16500。虽然属性点不如对方，但刘一的权重比至少比对方多1，所以说这场战斗还是有机会的。而且刘一身为挂逼王，最会卡乱，他要利用装备缩减技能冷却的优势，争取在第一波祝福效果失去前叠加上第2层祝福，到那个时候对方能奈我何？刘一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大聪明，一边格挡着对方的攻势，一边计算着祝福效果时间。祝福剩余时间3秒，祝福冷却已完毕。刘一猛然劈出一刀震退守关者，就是现在！祝福全属性强化，消耗实质力82500，增加全属性41250。刘一稳住身形，脚尖轻轻一踏，
下一秒，一股王霸之气喷涌而出，以刘毅脚尖为圆心，地面被震得四分五裂，一个比变态还要变态的笑容挂在了他的脸上。嘿嘿，老子赢定了！然而还不等他出手，对面的守关者同样发动了祝福技能。刘毅心头狂震，卧槽，这是什么鬼？强大的压迫感致使刘毅不自觉地后退了一步，他居然继承了我的冷却属性，这他喵怎么玩？他可是还有一大堆技能没用呢。刘毅被害得长大了嘴巴，而此时守关者已经做出了冲锋姿态。刘毅的脑袋嗡嗡作响，完犊子了，这下可真没有办法。守关者急速朝着自己袭来，刘毅本能的想要躲闪，但下一秒系统便发来了警告，此攻击无法躲避，避雷与速度强化，下次攻击命中率100%。硬邦邦的长刀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天灵盖上，没事的，硬抗一次应该死不了。此时刘毅仍旧心存侥幸，但下一秒守关者再次发动了叠加技能，避雷与血量兑换，避雷与攻击力爆发。刘毅的血量见底，装备也被脱了个精光，BBQ 了，这次真的要凉了吗？一个敢在外挂里卡 bug 的男人，怎么会如此轻易的死去？18层守关者来势汹汹，刘毅被脱去了全身衣物，眼瞅着自己的指阴就要被对方切去，一片金色盾牌突然咔嚓碎裂，守护凝聚6块盾牌，免疫6次死亡。刘毅的身边环绕这数枚金色盾牌，冥蛇告诉他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技能。还不待刘毅回过神来，守关者再次发动叠加技能，盾牌又碎了一块。反应过来的刘毅赶忙后撤，此时他的脚底板都已经拉了丝，该死！2次必中技能打碎2块盾牌，虽然还有4块，但这也只不过是延缓了自己的死亡而已。刘毅急得咬牙切齿，他却是没有手段和对方叫板，真是爬得越高摔得越狠。21层的奖励实在太诱人了，就这样失败了，简直太可惜了。刘毅急得快要哭出来了。突然系统发来提示，架构冷却已结束。刘毅膀胱一怔，架构太好了，我可以通过修改规则打败他。刘毅一边躲闪一边思考对策，架构让我成功攻略高塔，非规则无法修改，架构击杀21层守关者，非规则无法修改，架构21层守关者等级为0，非规则无法修改。刘毅此时快要绷不住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什么才行？突然他脑海里想起了第一次使用架构时的场景，把随机修改成指定，如果这是规则的话，那么架构能改变的只能是既定的事实。刘毅若有所思，现在的情况，既定事实就是血量耗光就会死，实质力耗光就无法使用技能，以及技能使用就有冷却时间。刘毅灵光乍现，没错，就是冷却时间，我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架构。我的技能无冷却，规则已修改，冷却重置，状态凝固，祝福。刘毅此时笑得比变态还要变态。祝福全属性强化，配合着实质力凝聚技能，刘毅不停地发动祝福技能，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金色光芒从他体内爆射而出。该说不说，别人都是卡 bug， 你他喵的是在外挂里卡 bug 呀！您已达到玩家承载上限20万全属性，请注入足够的算力扩充玩家承载上限。刘毅双眼冒光，青筋暴起，嘿嘿，小嘎嘎准备好了吗？老子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了。这是我见过第一个敢在外挂里卡 bug 的男人。依靠算力权限中的架构技能修改游戏规则，让自己在短时间内技能没有冷却时间。刘毅靠着这个 bug 不停地给自己叠 bug， 一口气增加了20万点全属性，就连系统都看不下去，表示他的属性已经达到上限。毁天灭地的一刀猛然劈向21层守关者，仅是一击便将其秒杀。恭喜您成功攻略高塔，奖励秘境精华300448,448，奖励称号高塔攻略者，权重比+2，奖励称号高塔第一人，全属性+100，奖励回溯宝珠。注意，高塔已攻略，您无法再继续获得奖励。此时大厅里的小嘎嘎们全都沸腾了，众人纷纷朝着高塔出口跑去，准备迎接他们的大舅哥。刘毅面无表情看着手中的回溯宝珠，随后将其握住手中，并十分凡尔赛地说了一句：高塔也不过如此。不过话说回来，怪不得进入崩坏区需要算力权限，架构这个技能果然是变态中的变态。刘毅刚刚被传送到大厅，就听到了小嘎嘎们的叫喊声：大舅哥来了，大舅哥牛逼！刘毅被惊得不知所措，为什么这么多人叫我大舅哥？那将来我的大侄子该不会有500个爹吧？那啥，你们继续欢呼，我先回去给我妹刮个躬。离开了高塔大厅，刘毅来到马路边沉思起来。回溯宝珠已经获得，按理说现在可以进入崩坏区了，只不过现在不是使用回溯宝珠的时候。在这之前，刘毅还想试试算力权限能不能修改秘境进入条件。当然，除了这件事之外，冥蛇的心愿还没达成。他拿起手枪询问对方需要自己干什么。冥蛇没好气的叫着：母蛇母蛇母蛇，自由自由自由！刘毅整个人都麻了，这他喵的游戏还没降临呢，里面的怪物都这么人工智能吗？冥蛇告诉刘一，让他先带自己去这个世界的边界，他隐隐感觉到那里是自己的归宿。刘一一阵诧异，边间不就是崩坏区吗？难道是制造他的那群人给他下的暗示？刘一表示可以，但出现危险对方必须帮助自己。冥蛇答应了，同时他表示希望刘一再帮自己另一个忙，作为条件，他可以送给他一项专属技能。刘一心中狂喜，他可是见识过专属技能叠加的变态效果，当即答应下来。来到装备店，刘一脸轻松，嘿嘿，我还以为你要我帮什么忙，不就是买吗？老子有钱，随便挑。但下一秒刘一的脸就变面，冥蛇挑的东西价值30万，直接把刘一给掏空了。刘一刚想抱怨，对方就向他解释，有了可组装变形装置，他就能在短时间内以全胜状态出手，这对刘一的帮助也是极大的。他告诉刘一，虽然技能栏上显示他可以本体降临，但那是需要媒介的，如果直接降临，他的武器就会承受不住直接炸裂。想必刘一也不想看到这种结果吧。刘一有些无奈，只好按照冥蛇的要求买下了30万的变形组件。冥蛇告诉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试着控制组件，让其变成一枚戒指戴在身上。看着手上的戒指，刘一心想，这条虫子的心眼子还真他喵的多，玩套路还一套一套的。好了，你已经完成了对我的承诺，接下来你需要提升到60级，到时候我就可以帮你觉醒专属技能了。
3个小时后，刘一来到了混乱区的秘境前。按理说，进入秘境人数不得少于5人，不过他有算力权限，完全可以改变规则。刘一尝试着发动架构技能，果然，秘境规则是可以修改的。刘一欢呼雀跃，接下来就该是猎杀时刻了。1天攻略3个秘境，只花费了3天时间，刘一的等级就刷满了。与此同时，装备上的10个冷却词条他也全部装上了，剩余的14个词条，其中10个装上了技能效果持续时间，其他的4个有3个是御魂，1个是减负。刘一的属性点还是主攻智力，而装备则侧重感知。在对装备进行词条增幅后，他现在多出了3条被动，50%的冷却，50%的技能持续效果，外加装备佩戴要求减10级，同时60级升进技能也迎来了分支。共享光环可在光环范围内共享血量，凋零光环可在光环范围内减少目标，包括自己血量上限，受到算力总量的限制。现在的刘一已经无法获取经验了。看着这个系统提示，刘一陷入沉思。当初无限叠加祝福效果是也提示过上限的问题，难不成玩家在获取更多算力后就能突破上限？刘一想不明白，索性不再去想。回到酒店，刘一准备向冥蛇讨要专属技能，对方问他选择哪一个。刘一仔细分析了一遍，他最想得到的是感知专属技能，但所有技能中壁垒又是最难获取的，而且壁垒对应的力量体质专属技能对刘一的作用不是很大。攻击力爆发它有中摆，血量兑换它有修复，更让人纠结的是壁垒可以与其他技能叠加。真不想做选择题啊，好想全部都要。刘一沉思片刻，最终选择还是选择了壁垒技能。冥蛇告诉刘一，接下来只需要点击同意就 OK。刘一嘴上答应，但心里却怀疑冥蛇在套路自己。您是否进入冥蛇的专属心灵领域？刘一有些犹豫，进去岂不是任由摆布？算了，舍不得腰子套不到海的。不管是龙潭虎穴还是蜜汁小学，都得进去看看。刘一被传送进到一片陌生空间，他一脸警惕看着四周，天空乌云密布，雷霆大作，地面一片阴暗荒芜。这难道就是冥蛇的内心世界？正在思索间，刘一突然感到一股裹挟着恶臭味的劲风袭来。刘一心头一惊，下一秒，一根巨大且粗壮的肉色物体凭空冒出。刘一被按在地上无情碾压了一波。卧槽，这条死蛇，老子不就是没给你找母蛇吗？你用得着这么报复我吗？冥蛇低吼着看向刘一，这才到哪？赶紧起来！你只有打败这个形态的我，才能获取壁垒技能，否则你就做好永远留在这里的准备吧。刘一骂骂咧咧地爬了起来，这可是你逼我的，咱就好好玩玩吧。6天的时间转瞬即过，刘一顺利拿到了壁垒技能。与此同时，热气腾腾的私信也发了过来，算力权限已获取完毕，明天做最后整顿，后天早上8点出发。有妹有房，父母双亡，花费了6天时间，刘一彻底征服了小蛇，学会了壁垒技能。此时距离游戏降临只剩7天了。在这期间，最让他兴奋的是，壁垒与实力凝聚技能叠加后，可以扣除对方的实质力。这对高智力属性的刘一来说，简直就是永久性沉默呀。第2天，刘一反常态放下了游戏登录器，穿上了一身黑色的衬衣裤子，走出房间。妹妹已经准备好了上坟用的报纸。原来今天是父母1年1度的忌日，兄妹2人整理好着装，来到西郊牧场。没有头的坤坤做祭品，大火烧纸钱。两兄妹在心里默念对父母说的话：爸妈，我会照顾好阿韵的，你们放心。嘻嘻，爸妈，我给自己找了个嫂子，你们放心，我会努力让他们3年生俩崽，好延续我们老刘家的香火。两人正在心里念叨，突然远处走来一个大叔。小姨，阿韵，你们来的可真早啊！来人是以前刘一家的隔壁王叔叔王守成。看到对方后，刘一露出了新儿子的笑容。王叔叔你来了，感谢你每年这个时候来看我父母。傻孩子，说什么屌话，咱们以前可是好邻居啊。气氛融洽，阿韵也开始调侃起来。王叔，今年又是一个人来的呀？我爸妈10年前就催你找老婆，你什么时候满足他们的心愿了？需不需要我帮你把那几个女朋友的气都放了呀？听到这里，老王顿时急眼了。阿韵，没大没小，谁用充气的破烂火？你王叔收藏的可都是硅胶的。原本寂静的牧场变得欢声笑语。老王一边烧纸一边念叨：老刘啊，到了下面没事别老想着怀疑我，我可是忙着拯救世界计划了。去你家真的是单纯的修水管，真没干别的。烧完2刀纸，老王一脸慈父般的看向刘一：小姨啊，自从你们搬家后就没再问过你们现在过得怎么样啊？需不需要王叔帮忙啊？别担心，都挺好的。王叔自从搬了家，家里的水管再也没有坏过。听到刘一的话，老王有些神情落寞。那就好，我本来应该在你爸妈走后照顾你们到结婚为止，可现在别说照顾了，咱们住在一起我都会拖累你。看着王叔的表情，刘一陷入回忆。在前世，最开始让他玩这款游戏的就是王叔，可是游戏降临后，王叔就消失了。想到这，刘一笑着开口询问：王叔，你游戏玩的怎么样了？老王心头一惊，没想到刘一居然会这么问。他反问刘一玩的如何。不等刘一说话，阿韵就兴奋地吹捧起来：哥哥现在可是游戏里最厉害的那一批玩家。闻听此言，老王害得说不出话，他一脸凝重地看向刘一，心中更是翻江倒海。难道说他就是那个玩家？在坟前和王叔告别了之后，刘一回到家中分析起来，以他目前的实力，已经完全可以应对游戏降临后的危机了。所以崩坏区到底该不该去？回溯宝珠留在现实中使用会不会更好？可是控制游戏的权柄又是那么的诱人。这一世好不容易爬到了金字塔的塔尖，自己以后的路到底该如何走？刘一沉思片刻，决定趁着现在游戏死亡不算真正死亡，跟着热气腾腾去看一眼权柄到底是怎么回事。刘一回复了热气腾腾的留言，答应一同前往。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回溯宝珠必须先安排上。当然，回溯宝珠必须记录自己最强的状态，这样才能发挥他
最大的作用。来到武器训练场，趁着周围没人，刘一开始了疯狂叠 bug 的变态行为。既然选择不当人，那就一路牛马下去。上百层 bug 的叠加下，刘一的属性值达到游戏上限。回溯宝珠也将这一瞬间给记录了下来。次日一早，在木须市的东门，新秩序工会、后花园工会、避难所工会以及阁楼工会齐聚于此。这次的崩坏区攻略可谓是精英进出，刘一是最后一个到的。当他出现的那一刻，全都鸦雀无声，只有热气腾腾和他招手。刘一面无表情走了过去，看着他的背影，小嘎嘎们议论纷纷。听说了没有？他就是1星期前杀了后花园100多号人的玩家，这次可算是有好戏看了。此时后花园的会长园丁也在盯着刘一，嘿嘿，希望一会你能坚持到下飞机。众人集合后，为了更快速度进入崩坏区，4大工会合租了一辆飞行器。由于这次进入崩坏区只能是拥有5%算力权限的玩家，因此每个工会带来的人都很少。刘一这次的队友分别是心机婊魏西、自大狂如雷登场，还有钞票王热气腾腾。更让刘一惊讶的是，这3个人都已经达到了60级。按照正常情况，玩家在死亡1次后，绝对不可能这么快升到60，而目前能想到的办法只有是在镜像秘境里用钱换经验。要知道这么做，玩家升到50级就要花费一个小目标。果然是超能力大于超能力啊！飞船上一群挂逼联手，但却是个怀鬼胎。为了对付刘一，后花园工会的会长私信了避难所和阁楼，准备一起联合拿下刘一。毕竟大家开的都是科技，就看谁的狠活无极限了。一上来，后花园和避难所对着新秩序发起嘲讽，表示这次行动什么歪瓜裂枣也能混进来。如雷的暴脾气第一个承受不住，指着对方就要破口大骂，甚至还要拔刀和对方干上一场。热气腾腾将他拦下，质问对方什么意思。避难所的会长顿勇表示，既然谁都不服气，不如每个工会派出1人1对1，让大家直观的看一下各自的能力，免得到时候拖了队伍后腿。如雷顿实绷不住了，指着对方的鼻子表示选择和他打。其他几人也不发话，都是一副吃瓜的模样。顿勇缓缓起来，好吧，既然你想和我打，那就来吧。如雷毫无畏惧，直接拔刀，而刘一则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然而该来的你永远躲不掉。就在这时，园丁身边的一个小嘎嘎突然打断了众人，都住手，2位都是大高手，一开始就让你们出场，未免有些掉价，要不让我们这些无名小卒先开始，怎么样？好家伙，先捧再下套，这波玩的666。此人隶属后花园，名为白手套，他指着刘一就要和他单挑，并且表示大家都很清楚刘一和后花园有些小矛盾，如果这次他能打败对方，也算是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给后花园出了口恶气。至于失败了，那就当后花园技不如人。该说不说，这个白毛将话说的滴水不漏，嘴遁数不到5级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刘一面无表情没有说话，他缓缓站起身来，你想怎么玩？听到刘一的话，热气腾腾劝他不用理会对方，这种比试毫无意义。这时园丁又开始拱火，总而言之就是让刘一接下这场比试。刘一轻蔑一笑，别废话了，怎么玩直接说吧，给我们留出一片空地，谁的血量先降到1半以下，谁就先输。热气腾腾还没发话，其他几个工会的负责人就已经开始腾空地。很明显，狗都看得出对方是有预谋的。他叮嘱了刘一一声小心，便起身离开。此时场地中间就剩下刘一和白手套。园丁一脸阴沉地看着对方。就在热气腾腾几人刚刚转身的瞬间，园丁发出了总攻信号，动手，大家一起上。3大工会蠢蠢欲动，合力绞杀挂逼刘一，但他的脸上却丝毫没有惧意。原来在登船的那一刻，刘一就在暗自利用 bug 无限套娃，装备上的技能冷却让他的祝福 CD 缩短到了30秒，再加上技能持续效果增加50%的 bug， 他的祝福技能可以持续1分半。考虑到续航问题，第一个祝福他只用了10点石之力增加了5点全属性，之后依次叠加，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已经达到了20万全属性的承载上限。一刀震退小嘎嘎，刘一准备大杀四方，然而下一秒他懵逼了，身后的胡茬子对他发动了破军技能，直接将他的全属性祝福效果驱散了。这就好比你带了半车烟花准备在村头秀一波，结果打开一看全潮了。刘一终究是忘记了，在场的可都是和自己一样的挂逼。武器夹杂着小嘎嘎们的嘲讽对着刘一袭来，状态凝固，您已被沉默，无法使用技能架构，此地规则被限制，无法架构规则，躲。您遭受到来自园丁的戏耍，移动方向只能以园丁为目标。刘一懵逼了，手段全被限制了，有种芭比 Q 的感觉，难道这次真的要凉了吗？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劲风，一道闪电化为葱白小手抓住了自己的2臂，轰隆一声，在武器落下的瞬间，刘一被魏西拉扯了出来，飞船被震得左右摇摆，劫后余生的刘一喘着粗气，热气腾腾和如雷立马挡在刘一身前，你们干什么？公然破坏地引力下的规矩，等死吧！浓烟之中几人并未回话，园丁走在最前，来到热气腾腾身边，他笑嘻嘻地盯着对方，别生气嘛，猪手，他又不是你们新秩序的会员，我们对他出手也不算犯规是吧？再说了，我们只是和他闹着玩的，他又没死。说着他将头扭到身后，大家说对吗？热气腾腾被气得青筋暴起，对方说的好有道理，自己竟无力反驳，而且很明显他们都是一起的。园丁没有继续发话，直接走开了。一场有预谋的绞杀就这样结束，众人回到原地休息，似乎刚才事情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玩笑，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干掉刘一。此时刘一眉头紧锁，怒火中烧，沉默驱散，一个是避难所胡茬子，一个是阁楼工会会长祥云，老子这次记住你们了。
热气腾腾这小子真能处，有时他真上。一个队伍里4个人，其中3个都被刘毅杀过，但真到了关键时刻，几人还能尿到一个坑里。看来4大公会也不是表面上的一片祥和呀。刘毅淡淡说了声谢谢，魏西十分乖巧的回应，完全品不到他身上的绿茶味道。就连一向看不起刘毅的如雷也是十分的刀子嘴豆腐心说道：“作为唯一打败过我的玩家，你可别在我打败你之前死在别人手上，那样我会很丢人的。”崩坏区的危险程度，再加上4大公会的勾心斗角，种种因素下让这4人统一到了一条战线上。飞船在崩坏区边缘停机，整个崩坏区被一片浓雾笼罩，外界几乎看不到里面任何东西。园丁警告热气腾腾，虽然的营取消了大家在崩坏区互不攻击的约定，但他还是希望4大公会能够合作，当然这不包括刘一。热气腾腾当即一口否决，他是不可能放弃刘一的。热气腾腾的话并未出乎众人的意料，避难所公会嘲讽的看了几人一眼，便率先踏入了崩坏区。阁楼公会的几人也是满眼智慧，第2个进入，见大家都没有合作的意思，园丁只好摆摆手作罢，带着手下进入了崩坏区。新秩序的几人紧跟其后，刘毅此时心中充满了疑问：地影是谁？权柄又是什么？假如自己得到了，能用它阻止游戏降临现实吗？刘毅边走边想，很快他就发现周围已经看不清人影了。热气腾腾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让大家靠近一些，不要分散。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消息，检测到算力权限超过 5%， 境外之地大门已经开启。4人均是瞳孔巨震，不知所然。不待众人反应过来，地面出现了咔咔声，一条巨大裂痕迅速弥漫，4人的脚下变成了一条伸手不见五姑娘的深渊。几人急速下坠，随着不断深入，一道耀眼的光芒出现在深渊底。哧溜一声，如同汁水爆浆，刘毅几人被射了出去。此时的刘毅还处于震惊之中，但随着他的身体逐渐下落，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清晰。但更让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只见周围光怪陆离，一块块巨大的乱石漂浮在虚空之中，更有甚者正在分崩离析。刘毅惊呆了，难道这就是崩坏区的境外之地？辛辛苦苦大半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刘毅刚刚进入境外之地，体内的洪荒之力就受到了压制。因脱离游戏魔的庇护，您的实力受到压制，剩余 0.1%。检测到您的称号，您目前的实力压制到 3.2%。刘毅惊呆了，一股无力感袭遍全身。魔是什么鬼？肉夹魔还是处女魔？刘毅一脸凝重查看属性面板，此刻他的各项属性值就如同刚从新手村走出来的一样，就连技能的持续时间和冷却时间都受到了大幅度影响。就这副身体，别说寻找游戏权柄，怕是活下去都有些费劲了。这时一道奇怪的提示弹了出来，私有领地已生成，请为其命名1号。刘一随后说了一句，便开始观察四周。此时他正处在乱石中的一块碎石上，突然碎石爆发出一股耀眼的光芒，私有领地已命名为1号，目前等级1，屏障已开启，压制力减少 10%， 您的实力被压制至 13.2%。一颗绿色的幼苗从刘毅身边冒出，紧接着一系列的提示弹了出来，请尽快获取更多算力，抵御压制力，架构冷却完毕，利用算力权限修改1号领地规则，无冷却，消耗算力视难度而定。刘毅若有所思，原来一直以来所谓的魔就是指的这里的屏障。他看向脚下的幼苗，上面清晰地显示着对方的名字和属性：1号地物，可投入算力升级；魔，寄生之物，可抵御压制力。所有进入1号领地的外来生物实力削弱 50%。魔的承载物与玩家生命挂钩，将信息慢慢消化。刘毅彻底懂了，所谓的领地核心就是眼前的幼苗，幼苗死则玩家亡，而算力又可以对其升级，魔可以恢复实力。可是算力又该如何获取呢？刘毅还没想明白这些，他手上的戒指就发出了亮光，冥蛇嗖的一声冒了出来，直接将幼苗吞入腹中。刘毅懵逼了，你个老六干什么呢？系统提示，您的私人领地承载物地屋已被冥蛇吞噬，承载物更换为冥蛇。值得注意的是，冥蛇后面的尾也变为了幼体。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刘毅心神一颤，转头看去，只见不远处的一块乱石领地正在剧烈颤抖。砰的一声，巨石炸了，突如其来的爆炸吓得刘毅连续后撤2步半。那究竟是什么？刘毅只看到爆炸的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黑影，而那头黑影正是一只发怒的魔兽。随着魔兽发出怒吼，周围的领地全都被震得土崩瓦解，刘毅所在的领地也受到了波及。但面对如此凶悍的魔物，刘毅也只能趴在地上瑟瑟发抖。他强压着心中的恐惧，抬头看去，只见一个个发光的球体漂浮在半空，旁边还显示着算力的数字。刘毅恍然大悟，原来算力的获取方式就是抢占别人的地盘，击败别人的领地就可以获取算力，这不就是最简单的大昆吃小鸡游戏吗？大猩猩在吞噬了算力之后，便朝着天灵盖上的光球飞去。刘毅似乎明白了，他十分感激地看向冥蛇，幸亏当初对方吞下了幼苗，不然以小树苗100的血量，刚才魔兽发出的冲击波都能将他秒杀。冥蛇提醒刘毅，可别高兴得太早，虽然他吞噬了树苗，让领地的血量增多了，但是他已经发挥不了多少实力了，除非刘毅有足够的算力让自己消耗。有了算力，不仅可以让刘毅借助冥蛇的能力，还能升级脚下的土地前往光源那里。看着头顶发光的圆球，刘毅若有所思，大家的目标都是那里，会不会游戏的权柄也在那里？说起来，新秩序的人在进入这里后就消失不见了，不会死在刚才的爆炸里吧？刘毅尝试查看他们的位置，却发现地图系统和组队系统都无法使用，唯独聊天系统还算正常。热气腾腾发了条消息询问大家都在哪，如雷发了2张照片，但是毫无特点，根本看不出位置。魏西表示这里的空间很大，但只要大家一起向光源前进，就一定会见面。刘毅叹了口气，事到如今只能靠自己了。不过经过细心的观察和分析，他也彻底搞清了这里的规则。光球是目的地，算力可以升级领地，让其搭载自己前往。
可是自己该如何去击碎别人的领地呢？刘毅缓缓拿起了手枪，远程武器该不会受到限制了？那岂不是自己已经处在无敌了？有鸣蛇看家，自己想打谁就打谁。刘毅让鸣蛇移动领地寻找目标，很快他便发现了一个80级的生物。鸣蛇提醒刘毅，只要击碎对方的领地核心，就能将其占为己有。于是刘毅又开始叠 bug， 架构无冷却，无限开启祝福效果。很快刘毅的属性就达到了承载上限，但这次不是20万属性，而是100点。不过这也足够了，对方只不过是一棵小树苗而已，血量应该不是很多。刘毅扣动扳机，砰的一声打出了7万多点伤害。魔兽被惊醒，发出一声嘶吼，但下一秒他的领地就发生了爆炸。您破坏了编号446土旅私人领地，编号446土旅已死亡。应招对您的关注度+1，应招对您的仇恨值+1。556土旅已死亡，213土旅已死亡，175土旅已死亡。在得知算力的获取方法后，刘毅已经在境外之地杀疯了，完全不顾英昭的仇恨和关注。作为这片区域的扛把子，英昭此时已经坐不住了，他开始寻找刘毅的踪迹。刘毅并不知道他被盯上了，他迫切的想要得到算力。有了算力，不仅可以抵抗境外之地的压制力，还能让鸣蛇尽快升级，得到对方的力量。就在刘毅忙着收集算力的时候，魏西共享了一个情报，那就是当2块私人领地碰撞后，作为抵抗压制力的魔会相互融合，期间架构技能会失效，但是抵抗压制力的能力会加强。刘毅停下动作，准备和鸣蛇好好交流一番。他询问对方为什么要让自己带他来这里，光球里到底有什么？一人一蛇相互对视，在经过漫长的2.5秒后，鸣蛇最终向他坦白，他的目的就是引到他来这里，带领他前往数据化模块处理中心，也就是头顶的光球。刘毅有些诧异，对方可是一直都在秘境里，为什么会知道外面这么多事？鸣蛇没有解释，他只是希望刘毅能够相信他，而且他知道刘毅的目标也是光球，所以他会尽全力帮助他到达那里。刘毅一脸凝重，他知道鸣蛇肯定瞒着自己一些事，但对方不开口，自己一点办法没有。突然，一股强大的压迫感袭遍刘毅全身，不好，有强大生物降临！鸣蛇率先反应过来，一定是鹰招。这一路我们击杀土旅，他已经发现了我们。虽然不知道对方实力如何，但刘毅用脚趾头都能猜到出，对方一个首领，自己肯定不是对手。他稳住心神，沉思起来。突然，他想到了之前魏西共享的情报。没错，刘毅打算将自己的领地和对方碰撞，再靠着鸣蛇血量多的优势拖住对方，自己则悄悄摸过去偷对方的甲。不得不说，这波老六行为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关键是鸣蛇到底可不可信？对方会不会在撑不住的时候直接将自己丢下跑？鸣蛇似乎猜到了刘毅的想法，他告诉对方，从他选择做刘毅的私人领地承载物开始，他就已经和他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所以自己是绝对可信的。刘毅此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赌上一把。他悄悄从侧面溜了下去。此时鹰招正在疯狂碾压鸣蛇，此时的鸣蛇没有战斗力，只能硬扛鹰招的伤害，所以取胜的关键就在于刘毅偷家的速度。然而刘毅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准备偷家的时候，另外一个老六也跟了上来。当偷家的遇到老六，谁才是终极六神？刘毅好不容易爬到鹰招的领地，在看到对方的承载物时，刘毅也是心头一惊，好粗好大呀！自己的小蛇和对方比，简直就是金针菇和紫茄子的区别。刘毅谨慎观察着四周，慢慢朝大树靠近。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小心周围。既然鹰招敢独自出去迎战，那就说明对方一定有手段不让领地核心崩坏。刘毅将手放在大树上，下一秒系统提示就弹了出来：此地屋受到百花之神的祝福，与鹰招生命相恋。鹰招死亡之前，园林地屋无法破坏。刘毅彻底傻眼，无法破坏那还玩个毛线呢？难怪对方不怕偷家，这还怎么打？此时鸣蛇的血量已经没了1/3，刘毅眉头紧皱，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他不甘心的拿起武器一通乱砍，结果可想而知，伤害全都被免疫了。他不死心的拿出硬邦邦的手枪，可是枪头都干冒烟了，大树仍旧纹丝不动。刘毅有些头疼，会不会这只是外壳？真正的地屋藏在内部。可是刘毅转了很久也没发现有机关，一时间烦得他有些当疼。与此同时，一个老六正在大树的另一侧偷偷观察刘毅，远处鹰招的打斗声不断传来，鸣蛇的血量已经去了一半。刘毅有些灰心，看来现在只剩下对抗路可以走了，大不了和对方拼了。就在刘毅转身准备离开之时，一个声音突然叫住了他。刘毅回头看去，只见来人正是躲在大树后的老六，避难所工会的胡茬子。刘毅一眼认出对方，因为当初他可是在对方手上吃过大亏。胡茬子拥有驱散技能，他应该可以将鹰招的屏障给驱除，但他为什么还要叫住我呢？刘毅收起武器，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呵呵，你不觉着你出来的太早了吗？我现在准备去和鹰招硬刚，按理说你应该等我离开再坐收渔翁之利，可你为什么现在叫住我？我猜一定是你的驱散技能打不开这棵树的屏障吧。胡茬子没有说话，但是冷汗已经冒了下来。很明显，刘毅说到他心坎里去了。刘毅表示他可以帮他施加祝福效果，一起打破这棵树的屏障。胡茬子有些诧异，难道他就不怕我会反过来对付他？他该不是有什么底牌吧？不过老子也是有底牌的，这次就看看谁的底牌更硬吧。胡茬子将手放在树干上，你的推断很对，我就不废话，开始吧。刘毅笑着答应下来。这番举动让胡茬子心里更没底，对方为什么这么爽快？不行，我不能让他靠得太近，还有3米的距离。胡茬子就叫停了刘毅，他表示对方的武器既然是刀，3米完全足够释放技能了。刘毅咧嘴一笑，这里的属性值最高是100，需不需要我给你拉满？胡茬子表示越多越好，当祝福效果施加到自己身上，他差点就飘了，这简直就是心飞扬的感觉。胡茬子一脸阴笑，嘿嘿，果然还是年轻啊，不知道社会的险恶，一会等我解决了这棵树，就教你如何做人。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高端的猎人往往可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别看这个男人毛发旺盛，但他却是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不发育，没事竟想着对死
神下刀子。在刘一祝福效果的加持下，胡茬子成功破开了大树的屏障，绿色的结晶护罩瞬间瓦解，随风飘散，只留一根光秃秃的树干子杵在原地。见此一幕，刘一险些笑出了猪叫，而另一头的英昭在感知到自己家被偷了，顿时就急眼了，疯狂地对着刘一的小蛇输出。就在刘一转过头准备对冥蛇默哀的时候，胡茬子开始作妖了。唰的一声，他急速靠近刘一，长刀自刘一上半身横斩过。看哪呢，小兄弟，走神可是会要命的。但下一秒他就愣住了，自己砍中的居然是个残影。刘一急速后撤，同时发动冷却重置和祝福技能。嘿嘿，你也太心急了吧！胡茬子恍然大悟，怪不得，原来你的权重比我多一，再加上我刚使用了驱散，短时间内无法使用。不过你以为我就没有别的底牌了吗？刘一可不想听他废话，不到40米长的大砍刀直接对着胡茬子劈来。武器临近对方瞬间，胡茬子突然大喝一声：“禁气！禁止目标在1分钟内使用某种类型武器。您已被禁止使用武器类型刀。”刘一的刀没了，粉丝们却是笑了。胡茬子还不知道自己摊上事了，抄起武器冲向了刘一，这才是老子的底牌。没了武器，你就是没有篮球的技。刘一咧嘴一笑，一个闪现便已来到胡茬子身后，突然一杆硬邦邦的手枪抵在他的脑袋。胡茬子一脸不可置信，少故弄玄虚，你是不是玩不起？嘿嘿，忘了告诉你了，时代变了，老子玩枪的。囚禁技能同时发动，子弹直接贯穿胡茬子的身躯，至死他都没有想明白，他到底招惹了怎样的一个存在。胡茬子记了，刘一拿到了对方5%的算力权限，同时还有一枚金色的战利品宝珠。此时冥蛇的血量已经见底，看来得赶快解决鹰昭的地屋了，不然冥蛇就该和胡茬子去作伴。另一边，冥蛇一边缠绕着鹰昭，一边骂骂咧咧。原来在鹰昭感受到自己家被人偷了，就想赶回来营救，结果被冥蛇给拖住。片刻后，刘一解决了鹰昭的地屋，拿到了奖励1567点算力。但与此同时，他也被百花之神锁定，所有霍乱级以上怪物对他的仇恨增加100。回到自家领地，冥蛇询问刘一打算如何利用这些算力。刘一表示先让冥蛇升10级，至于土地生品先不着急，他打算先将这一片的土履清理完再说。冥蛇对他的这个选择很满意，虽然这么做比较费时间，但却是最稳妥。冥蛇告诉刘一，从这里到光球位置至少有5层，领地每升1品爬1层，也就是说他们要升级4次领地。于是刘一开始了扫荡模式，疯狂收集算力，但意外的是，算力居然达到了上限。既然在这一层无法继续获取，只能将领的生品进入下一层。刘一花费了1000算力将领的升到2品，刚刚踏入境外之地第2层，刘一还未看清四周的全貌，一张比领地还要大数倍的巨口突然冒出，直接将其吞噬了进去。看着对方的背影，刘一心神狂颤，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红烧鸡脚，我最爱吃。妖兽啊！境外之地第2层居然有一头菜须鲲。不仅如此，由于刘一自带仇恨，第2层的 BOSS 清源王志直接将他列为了头号目标，这对刘一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屎。不过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他还不知道，那就是在境外之地死亡会复活。胡茬子记了，但他又在自己的领地复活。检查系统面板，他发现自己至少了60%的算力。他第一时间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自己的会长盾武。尽管没有掉等级掉经验，但胡茬子的那件可以禁止对方使用武器的装备被刘一使用战利品宝珠抽走。在目睹了菜须鲲之后，冥蛇告诉他，这玩意专门吞噬魔强度不高的私人领域以及行动在魔守护之外的生物，算是这片区域的街溜子。冥蛇的话让刘一脸色变得凝重。先不说自己踏出领域就会遭受攻击，就是2层的场景也是十分奇怪，周围一块拥有承载物的碎片领地都没有，难道说都被菜须鲲吞噬了？看来第2层的难度比第1层大多了。刘一尝试移动领地查看周围情况，但很快他便发现有一座巨大的领地一直跟着自己，而且对方是这一片区域唯一拥有承载物的领地。更奇怪的是，这片领地更像是多个领地拼合在一起的。刘一十分诧异，打算询问冥蛇，但下一秒他便发现冥蛇不见了。刘一一阵疑惑，冥蛇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有人来了，真是冤家路窄，来人正是后花园的白手套。看来你也被困在这片区域了。白手套率先发话，要不我们合作吧，只有这样才能离开这里。白手套表面上在求和，内心却在冷笑。他把现场情况第一时间传到了群聊里，大家表示为了进一步了解刘一会让白手套和他对战的时候开直播。然而直播刚刚开启，刘一瞬间发动囚禁技能，社会我刘哥，人狠话不多，一发子弹直接爆头。白手套还没打开美颜就已经记了自己5%的算力归刘一了，硬邦邦的手枪还在冒着烟，白手套的宝珠已经爆了出来。刘一踏入对方领地将其收入囊中，但下一秒震惊的一幕发生了，白手套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复活了。呵呵，原来你的契合武器是手枪啊，果然是个变态。此时刘一脑子里全都是问号，他质问冥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冥蛇向他解释，境外之地死亡会在领地复活，每次复活会扣除1%到100%的剩余算力，不过最低限制是100以上的算力。刘一再次拔枪准备一决后患，但这次白手套直接使用了架构技能让自己的领地隐身了。刘一眉头紧锁，刚才实在太可惜了。冥蛇提醒刘一，现在撕破脸不一定是件好事，之前对付鹰昭的套路已经不能用，以他一个人的力量对付清源王可能有些难办。刘一眼神冰冷，作为独狼他怎么可能会与敌人合作？如果那样做了，自己不就成了汪汪队了吗？刘一打算先一个人进入清源聚合的查看情况。就在他踏入对方领地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黑影猛然睁开了眼睛，而他正是90级的首领怪物清源王。